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21天。行了，先别哭了，既然人找到了，都跟我回所里一趟吧，把事情说清楚，顺便销案。而同一时刻，不远处的一辆车里，强子和张丽正幸灾乐祸地用手机录下这一幕。没想到竟然能碰到江小晨，还碰到了他们进警局，看我不把你发到村群里，让你身败名裂！乡亲们，你们看看，这就是江小晨的女朋友之一，不仅他被抓了，他女朋友也都被抓了。我严重怀疑他们就是贩卖器官的。王金明包庇这种人，说不定和他也是一伙的。乡亲们可一定要相信了，家里有孩子也得看好了。想不到江小晨这人真的有问题，本来还想着怎么搞好关系呢，现在看来幸好自己没带他去看房，否则说不定真被牵连了呢。简直是胡闹！小姑娘，第一，你已经成年了；第二，你要清楚，帽子叔叔不是他们手里的工具，只要你不愿意，谁也不能强行把你抓回去。他要是敢恶意骚扰，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对不起，帽子叔叔，是我不懂法，给你们添麻烦了。主要是我也怕他亲自来找事。你怕他个篮子！只要他敢来，我他喵直接拿刀剁了他，看谁横得过谁！呵呵，这里是派出所，注意言辞，别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喂，你好，是江小晨吗？我是江城安全部门，请问你现在在哪？方不方便来一趟？您好，您是来咨询关于赵雪的事吧？有人报警说你涉嫌非法拘禁和传销，麻烦你来所里说明一下情况。你什么意思啊？他喵的，我们怎么就非法拘禁了？小雪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在齐州的派出所。喵的，你们不想着搞清楚状况，反而帮着那一家子极品亲戚调查小雪，我是真他喵笑了。嘘，闭嘴，闭嘴！哼。小雪，她就在我们身边的，我们现在就在派出所，我可以让这边的帽子叔叔和您对话。刚才是我妹妹，年纪小不懂事，我替她向你们道歉。那你们有空来一下吗？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下午立马回去把手续补齐，把事情说清楚。好，那就下午。都在这记录过一遍了，为啥还得去啊？大过年的老往局子跑，多晦气啊！他们不是想找吗？就让他们自己找咱们好了。喵的，不去查赵雪他二叔，咱们查起我们来了。新年不欠旧年账，明年一身官司不好。而且这事儿得有始有终，让老家的帽子叔叔也知道情况，免得以后再有什么麻烦。就你是好人，我是坏人，我不配合帽子叔叔工作，行了吧？佳佳，小陈哥哥是对的，我们要是不去说清楚，万一我叔叔大年30晚上或者大年初1再报警，帽子叔叔去家里调查怎么办？好，我为了你跑前跑后，担惊受怕，现在你俩成一伙的了是吧？你俩过去吧。老娘他们又不伺候了！哼！此刻一旁的警察叔叔无语的过去把3人都教训了一遍，俩姐妹一脸不服，反观江小晨却露出了感谢的目光。幸好有这警察救场，要不然这俩姐妹非得把这闹翻天了。帽子叔叔真是太谢谢您了，必须送您个锦旗。不用，我们有规定不能收，这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应该做的。这是我的心意，您不能连表达心意的机会都不给我啊！不仅要送锦旗，还要写感谢信送到市局去。那多不好意思，你们是要打车走吗？不是，我的车停在医院了。来，上车，我送你们过去。马上过年了，开车的少，啥时候才能打上车啊？我这一脚油门的事。媳妇，你扇我一巴掌。刚才帽子叔叔是不是和他有说有笑，跟好哥们似的？是不是说明他根本没犯事？是。那我是不是在群里说他坏话了？是。你是不是少拿了1-20万的提成？是。我是不是还让我爸去村长家骂村长了？没错。喂，咋样了？江小晨那小子是不是真被关起来了？妈，别说了，你现在在哪呢？我在村长家呢，我把视频给村长看了，我现在正指着鼻子骂那个老师李岩呢。妈，你快跑吧，江小晨没被抓，还和帽子叔叔是朋友。不是，你说什么？刚才就是你骂我是吧？就是你在群里骂我，还诽谤小陈是吧？检查结果出来了，我发你们手机上，你们自己看吧。如果有问题，你们自己心里有数就行。要是没问题，再跟我说一声。谢谢哥哥，哥哥是怕侵犯我们的隐私，在你面前抬不起头吧？哥哥真是太温柔了。不过哥哥放心，我向你保证，我和小雪都不是那种乱搞的人。丁，检测到赵雪贴心替宿主解释，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2。说的自己跟个圣人似的，我看你是怕长针眼吧？赵雪，你最好祈祷自己真没问题，否则要是让他知道你有病，他2脚就把你蹬了，连车费都不带给你报销的。我在你心里就这形象，我什么时候瞧不起你了？什么时候把你一脚蹬了？不还是好吃好喝供着你？就是佳佳，你不能自己又坏又小心眼，就把别人都想的那么坏。哥哥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呢。我看你是真分不清谁远谁近了。哼！哎呀，宝贝，你俩都是我的心肝宝贝，我谁都放不下，当然是一样近了。喵的，我真看错你了，你他喵对男人绿茶也就算了，你他喵对我也整这出。丁，检测到赵雪维护宿主，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3。这小绿茶真是个宝藏啊！喵的，这一长串阴性啥意思？该不会是有病吧？你他喵不会传染给我了吧？你他喵没做过体检还没做过核酸吗？阴性就是没事的意思。我擦，我他喵真傻了，绝对是跟着江小晨的家伙时间太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搞得我脑子都不好使了。先别告诉他结果，就不说话，让他闷着，看他急不急。
这啥意思？难道真中招了？也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只是可惜了。现在的医学技术多发达啊，只要按时吃药，就能一直正常活下去，已经不影响寿命了，真的。咋还不出声？完了，看来是没救了。老头，送我们去酒店吧，我们就不回去了，别影响到叔叔阿姨。说什么呢？住什么酒店？我不嫌弃你们，我爸妈也不会嫌弃。这报告又不会给他们看。想不想喝奶茶？我请你们喝霸王茶，让你吃上帝王蟹。那玩意儿那么难喝，还死贵，我都不如喝个幸福咖的抹茶雪球，幸福冰。丁检测到孙梦佳为宿主省钱，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4。我没事，哥哥已经帮我很多了，不用给我买东西的。丁检测到赵雪为宿主省钱，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5。嘿嘿，行了，喝什么冰的对身体不好，等着我去给你们买别的。你他喵神经吧！不买我的幸运冰，花了这么多钱，就让我喝这种玩意，又苦又辣，还带股馊味，喵的！崂山白花蛇草水都比这好喝，你他喵这是伺机报复吧？这可是专门的姨妈饮啊，据说喝了暖乎乎的，不会疼啊。也没那么难喝吧？我觉得还行啊，主要是这个健康啊，暖暖的，就当中药喝了呗。哥哥也是为了我们好，这都是哥哥的心意啊。丁检测到赵雪维护宿主，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6。你说这话前做表情管理吧，给你苦的五官都快扭成麻花了。对了，你们不是有个姐妹群，剩下的小姐妹是做什么的？能不能帮我问问她俩年后有没有空？我想把她俩也租了。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22天。对了，你们不是有个姐妹群，剩下的小姐妹是做什么的？能不能帮我问问她俩年后有没有空？我想把她俩也租了。不是，这货咋想的？都觉得我俩有病了，也不打算放弃我俩，还要继续加码撬我们朋友，就没听说过鱼找鱼，虾找虾，不怕那俩也是生化母体吗？可是年后你不就回杭城了吗？都不在江城了，也不需要应付爸妈了，还做那么多女朋友干嘛啊？谁说我要走了？我不走了，我在江城和齐州有车有房，着急去杭城干嘛？我想通了。你想通什么啦？这么多人呢？当然是想通了，不去杭城当牛马了。作为有钱人，我不老老实实享受生活，当什么牛马啊？你他喵想半天就想通个这，我他喵，你他喵，我。佳佳，你怎么能这么说小陈哥呢？这想通了才是好事呀！滚滚滚，用得着你在这装好人？丁检测到赵雪维护宿主，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7。果然就是得让女人有竞争才行啊！为了我斗嘴，才能源源不断的获得真心值啊！老头，你该不会是觉得我俩都有病，想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们姐妹身上吧？我告诉你，她们比我俩还狠，五毒俱全，你一个都别想碰。不是，我真不是那意思啊！我既然打算在江城继续待下去，肯定希望继续顾你们，但你们在江城也没朋友，万一嫌无聊跑了怎么办？果然我没看错人，江小晨根本不在乎我俩有病没病，简直就是绝世好男人啊！就着我还要瞒着他，我可真不是个东西啊！小陈，对不起，我骗了你。骗我什么了？其实我和佳佳的体检报告都没问题，无论是传染病还是其他专项都没有任何问题。我俩就是想看看你觉得我俩有病会是什么反应，会不会直接不要我们了？不信你可以自己看一看检查报告。什么？这没有传染病就很不错了，没想到这俩还是个主，这还等啥啊？既然检查结果都没事，咱们折腾大半天怪累的，应该找个地方好好歇一歇了。我觉得佳佳说的对，咱们找个酒店开个房间休息一下。老头终于忍不住了，还装正经呢。胡说什么呢？我就是想让你们单纯休息一下，我可是好心啊。想就直说嘛，你个大老爷们装什么大尾巴狼，娘们唧唧的。我真的只是想让你们歇一歇，既然你们不想歇，那正好咱们先去趟派出所，把小雪的事彻底解决了。赵雪那阴魂不散的叔叔始终是个隐患，还是早点解决的好。情况我了解，既然赵雪本人已经来了，而且人身自由，那就说明不存在拐卖和传销的情况。喂，是赵雪叔叔吗？赵雪现在在我们派出所，他是来找朋友的，人身自由，没有被拐卖和传销。帽子同志，你们可一定要救救我家小雪啊！她肯定是被人骗了，被洗脑了。小雪从小就听话，怎么可能放着她爷爷奶奶不管，一声不吭就离家出走啊？那个男人有问题，绝对有问题啊！这老东西还挺会说。帽子同志，我严重怀疑那个男的是人贩子，你们不能只听信小雪的一面之词啊！还有小雪那朋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俩就是一对奸夫淫妇，拐卖良家妇女，欺骗无知少女。真给我气笑了，真是啥都能说出来了。你可一定要劝小雪回家过年啊！她爷爷奶奶想她想的眼都快哭瞎了，她爸妈去世，我就是她最亲近的人了，我怎么可能害小雪呢？他喵的，大过年的，我不想说脏话，但你是怎么有脸打亲情牌的？既然你是他叔叔，那正好给他转5000块路费，让他坐飞机回去，当着帽子叔叔的面给你亲侄女转钱，问题不大吧？赚钱？你想得美！我转过去就是肉包子打狗，扭头就给了你们这群骗子。帽子同志，你们看看，现在这个人还要继续行骗，你可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帽子叔叔，您也听见了，好话一大堆，但真让他掏钱，1分钱都不掏。而且赵雪之前在杭城做奶茶，1个月也就3000多块钱，每个月还要打2500给他叔叔。帽子叔叔，这是
我和我叔叔的转账记录，这些年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打工赚的，他从来没给过我1分钱。他叔叔婶婶还经常去他店里找他闹，让他无法正常工作，换一家店还会被他找到继续捣乱。您觉得这样的叔叔还能算是叔叔吗？我是实在没办法了，被他逼着嫁给一个傻子换彩礼，才来投靠朋友的。如果没有他们，我现在说不定就已经嫁给傻子了。您可千万不能听我叔叔的。帽子叔叔赵学已经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想去哪，想做什么工作，想和谁交朋友，都是他自己的自由。他叔叔对他也没有抚养义务，还上来就找他要钱，这正常吗？这位家属，情况我们已经核实了，赵雪女士是成年人，有人身自由。至于你们之间的家庭纠纷，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不要再报假警，占用警力资源，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你的责任。你们帽子叔叔也帮着外人欺负我，赵雪，你个白眼狼，你个不孝的东西，你不得好死！你在外面当没人要。我去你喵的！你个的东西，自己卖织女求荣，还有脸说别人不孝，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心眼比针鼻儿还小，还他喵好意思说别人是？你咋不和你儿子一起去卖钩子呢？你个老废物！再他喵瞎逼逼，老娘一脚踹死你，你信不信？你什么你？你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我他喵不骂你还真蹬鼻子上脸了！他喵小陈住着千万豪宅，过年放500万的烟花，用得着骗你执虐？再敢打电话骚扰小雪，信不信老娘顺着网线爬过去，剁碎你个老不死！爹，检测到孙梦佳维护宿主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8。注意素质啊！这里是派出所。你个小丫头！那个啥，他平时不这样的，这回也是太生气了。你不用解释，我平时就这样，这我还收着呢。如果不是当着帽子叔叔的面，我非得骂得他亲妈都认不出来。有一个这么剽悍的女朋友，兄弟你真是受苦了。不过刚听他说500万烟花，之前就听说过江庙村有人要花500万办烟花秀，该不会就是这位吧？哎呦，江总，我们所里都传遍说今年有眼福了，咱们江城已经好几年不让放烟花，这次可托您福了。而且大伙一听说大年30是去烟花秀维持秩序，全都兴奋了，一个个自愿加班，我想抢都没抢上。一个烟花而已，不值班也能去看啊！江总您有所不知啊，咱这小地方没什么娱乐活动，有不要钱的大型烟花秀，名满江庙村，怕是要堵得水泄不通了。尤其是我家离得远，等吃完了年夜饭再去看烟花，早就挤不进好位置了。到时候您直接去我家，我带您去最前面看。闻言，民警立马笑着感谢江小晨。而此时电话又响了个不停，民警接通后发现还是赵雪叔叔不死心，直接延声呵斥挂断。随后江小晨一行人就离开了警局。走吧，咱们先去吃饭吧。有什么想吃的吗？想吃什么都可以吗？哥哥，我俩都可以，先赶紧去吃饭吧。我都听见你肚子叫了。他喵的，你又开始当上好人了是吧？可是哥哥真的很饿了啊，咱们一直坐车，可哥哥一直在开车啊，不吃饱怎么能行呢？吃饱了才有力气嘛。爹，检测到赵雪关心宿主身体，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9。你看人家小雪多懂事。行，你俩就坚持去吧。随后三人去吃饱喝足后，就来到了最近的一家酒店。在孙梦家的省钱计划下，三人走进了同一个房间，同时真心值也刚好满。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23天，在孙梦家的省钱计划下，三人走进了同一个房间，同时真心值也刚好满足。谁想来江城？我给报销路费，包吃包住，还有大红包。我靠，真的假的？佳姐牛逼，我去！这个家我是1分钟都不想多待了。喵的，上来就让我相亲，全都是一群歪瓜裂枣，还不如跟你们去逍遥快活呢。我先说好了，来了不是白带你玩的，得当我的通房大丫头。大娘子，别说了，赶紧给我买票啊！我把地址发你，你买好票直接给我发好友付款。来了姐带你吃香的喝辣的。喂，爸，你个死丫头跑哪儿去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家？还要不要这个家了？你要嘎在外面吗？啊！我不回去了，我在朋友家过年。谁家大过年的会让朋友在家过年？我看你是翅膀硬了，想飞了，还是从哪儿找的野男人？你他喵赶紧给我回来！有男人了也好，直接让他给你钱，你回家看你爹，他总得表示表示吧。我就是找男人，怎么了？我现在就在男人呢，我就是不回去，我男人也没钱，你给我滚！你个不知廉耻的！小年纪不学好，跟野男人鬼混，混就混了，还不找个有钱的？老子他喵白养你这么大了！我告诉你，要么你现在就给我转1万块，要么你明天必须回家。佳怎么了？没事，接个电话。去你喵的！我拉扯你这么大，供你吃供你喝，你他喵大过年的不回家去野男人了是吧？行，你不回来也行，让那个男的拿50万彩礼来，少1分都不行，不然我就去告他。成年人。爸，你他喵是不是连我年龄都忘了？我他喵早成年了。让你打个电话磨磨唧唧干啥呢？喂，小美女，你也别怪你爸，他欠我们的钱利滚利不少了，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只要回来陪哥几，你爸那笔账就一笔勾销，怎么样？这买卖划算吧？我原本还觉得出来有点愧疚，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场笑话。早该知道他这个烂赌鬼的德行，就连妈妈也被他逼走。别人家的父母再坏，也都至少是维护自己孩子的，为什么就我这么倒霉呢？唉，
那你们就嘎了他，我不会回家，更不会给他1毛钱，你们也别想碰我一下。对了，要是敢报警找我，我直接把你们聚众赌博、非法催收全部抖搂出去，然后找人最多的地方大骂你们跳楼自尽，说是你们逼的我。敲什么敲？老娘的雅兴都给弄没了！到底出什么事了？你有病啊？管得着吗你？你不跟我说也没关系，但我隐约听到了1、2句，是你爸催你回家吗？我没事。如果你想回去，我现在就送你回去；如果你不想，那就一起面对，没必要一个人憋在心里。你觉得不方便跟我讲，可以跟小雪商量。唉，咱们下楼聊吧。老头，你这是打算听故事啊？必须的啊！行吧，刚才的确是我爸爸给我打的电话，一开口就让我回家，问我为什么不回家。这是好事啊，说明你爸还是关心你的。你可拉倒吧！后来我才知道，我爸是为了让我回去替他还赌债。随后，孙梦佳一五一十将其告知。江小晨气得臭骂了孙梦佳父亲半天，又拿出手机给孙梦佳转了2万块。你干嘛？2万块钱虽然不多，但不乱花的话，也够你生活几个月的。手里有钱，心里才不慌。我不要！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不是想崩你的钱，我刚才那些话真不是卖惨要钱。我知道这是你应得的。你想啊，小雪演个戏，我都给她5千，你陪我回家，帮我挡亲戚，还受了这么多委屈，我才给你500，我的心也太黑了吧？哼，那也确实，你终于也算是有点自知之明了。紧接着2人又聊到很晚才回房间睡觉。然而隔天一大早，巨大的鞭炮声和老爸老妈的电话催命符将3人吵醒。江小晨反应过来，立马拉上2人快速上车返回村子。哎呦，小陈回来了，昨晚没在家住啊？听说你们昨天去派出所了，咋回事啊？是不是犯啥事了？我听你二婶子满大街嚷嚷，可把我担心坏了。没有的事，二婶那张嘴，你们还不知道吗？我是去办点手续，补个证件。大过年的，我要是真犯事了，还能回来过年吗？就是，我就说小陈这么大老板，怎么可能犯事啊？你那个二婶真不是个东西，就会在背后嚼人舌根子。那我们就先走了，家里着急贴对联呢。好，去吧。怎么才回来啊？饭都热了2遍了，赶紧的，先把鞭炮放了去晦气，放了炮才能开饭。好嘞。随即江小晨就从屋内搬出烟花鞭炮，摆放整齐。孙梦佳和赵雪帮忙点燃，鞭炮声瞬间响彻云霄，直到10多分钟后才停。紧接着一家人吃过早饭，便开始在门口忙活贴对联。往左点，哎呀，歪了。你也邪啊？这明明是正的。小陈贴对联呢。强军叔，过年好啊！小陈过年好啊！那个叔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咱村下午要举办春晚，就是村民自发组织的联欢会。我想着你现在是大老板了，能不能出席上去讲2句啊？我就不参加了，不爱出那个风头，也没准备。哎呀，不讲话露个脸也行啊，不参加也没事儿。就是这春晚吧，需要大家伙赞助一点经费。你不在村群里可能不知道，咱们村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为了回馈家乡，都出钱了。都赞助多少？也不多，一般的就赞助个50、100的，图个乐呵。混得好的赞助个300、500。但小陈你不一样啊，你可是咱们村的首富，你这身份不得赞助个10万、20万的。多少？我看你才长得像10万、20万，大年30不用看小品了，看你得了一个破村晚都没外村人，你张嘴就要10万、20万，全村所有人加起来一共捐了多少钱？9000多，不到1万。全村一共捐了不到1万，你张嘴就给小陈要10万、20万，咋地？你是吃定了小陈啊？照你这么说，小陈如果没赚钱，你们村的村晚就办不下去了呗？那不能，这个活动我们筹备很久了，你不信问问你公公婆婆，就算是没有小陈，我们也得办啊。那不就得了？既然9000块钱够，为什么再多要10万、20万？要我看你们这村晚干脆别办了，小陈不会给你们钱的。丁，检测到孙梦佳替宿主省钱，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21。21不对啊，昨天明明才积累到10点啊，另外这些哪来的？检测到爸与赵雪与宿主进行了深入交流，触发初次暴击奖励，真心值+10。我靠，这他喵也行！我这不是想着替小陈面子着想吗？作为大老板，给村里人发点钱，让大家伙都念小陈的好。村长，我没兴趣，我是有钱不是傻。你办这个活动一共出多少钱？张嘴就让我掏10万、20万，这钱能用活动上吗？小陈啊，话不能这么说，人家在外上班的年轻人都出钱了，你可是咱们村年轻人的代表啊。你要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主要用来发奖品啊，现场观看演出的都能抽奖，小到筷子勺子，大到米面粮油，最大的1等奖是一辆电动自行车，价值1800呢。哦，这样啊，那我赞助1000块钱的烟花好了。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相亲的第24天。哦，这样啊，那我赞助1000块钱的烟花好了。烟花不是本来就要免费放给全村看吗？看烟花和放烟花能一样吗？我赞助1000块钱烟花当奖品，抽到的人可以拿回家自己放着玩，这通突吗？再说了，你那电瓶车才1800，我这1000块烟花都能当2等奖了。行吧，捐多捐少都是心意，那我给你记上了，回头把你拉咱们村群里，你可是咱村走出去的大老板，得多回馈乡里才是啊。表演节目现在还能报名吗？可以啊，只要想演都能上。小陈是打算上去讲2句？他不参加，我参加，我要唱歌。我也参加，我会跳舞。这不仅钱没要来钱，还得搭进去奖品。表演节目的可是能多抽1次奖的。行，下午1点半开始，记得来哈。
你俩凑什么热闹啊？躺家里玩手机不香吗？当然是把那1000块钱的烟花赢回来呀，还有那1800的电瓶车。就是表演节目可以多抽一次奖，万一抽中大奖呢？那可是将近3000块钱呢，上台表演个节目就有，不拿白不拿。佳佳和小雪说的没错，1000块钱的烟花也是咱花钱买的，凭什么不去抽奖啊？咱一家人都去，小陈你也去，多抽2双筷子。那我要多抽2双筷子。真是醉了！爹，检测到孙梦佳勤俭持家，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22；检测到赵雪勤俭持家，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23。我靠，这也行，这俩娘们简直就是我的聚宝盆啊！参加，必须参加。好了，既然要参加，那就该有个样子，跟我走。去干嘛？当然是找专业的人给你们化妆了，必须让你们惊爆全场。带着2人前往，刚到店里，老板便立刻冲上前，围着俩姐妹打转。哎呦，这底子太好了，根本不用怎么大修，稍微一弄就是大片啊！老板，麻烦你给他俩好好画画。那当然了，这俩姑娘各有各的美，不过光化妆可不行啊，最好配上衣服。我这边各种服装应有俱有，要不要试试？大过年的，给你便宜点，1件200块，你初8之前还给我就行。是，必须是啊！紧接着，老板将俩姐妹热情地迎进屋内，江小晨则在一边等待。很快2小时过去，江小晨看着出来的2人，直接惊得愣在原地。不是，美女，你俩谁呀？我精神小妹呢？这分明是倾国倾城的绝世尤物啊！这他喵要是带回村里，已经不是艳压群芳了，直接把春晚的档次都提升好几级。老头看傻啦！走走走，赶紧回家，让爸妈看看。哎呦，这么好看啊，跟电视剧里走出来的一样，明星都没你俩好看。快吃饭，快吃饭，下午必须得让村里人好好看看。小陈，他俩穿的这么好看，不方便放鞭炮，你去放。我来，怎么就不方便了？我最喜欢放烟花了。随着烟花的炸响，俩姐妹兴奋的蹦蹦跳跳。江小晨和老爸老妈则化身狗仔，拿出手机不停拍照。随后鞭炮燃尽，一家人吃过饭后就准备前去参加春晚。我靠，你到了！你不是早上才出发吗？怎么这就到了？大姐，你都不看我购票信息吗？我坐高铁1个半小时就到了，赶紧发位置，这可是我男朋友为我办的烟花秀，必须得录个屏发朋友圈装逼啊！不是，你他喵找抽啊？那是我男朋友，是给我办的烟花秀，都一样，我可是你的偷房大丫头啊！对了，你等会打车过来，直接定位江庙村村委会，正好来参加春晚。啥玩意？你们村还办春晚？不是春晚，是村晚，就是村里自己办的春晚，1点半就开始，我要去了，没时间解释了，你赶紧来就行。什么土的掉渣的玩意儿，也配让我参加？土不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奖品，特等奖是1辆电瓶车。靠，有这好事，那老娘必须参加啊！佳佳走了，来了。小陈来了，快往前坐来。旋即将小陈入座，没一会儿后春晚就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由大妈组成的广场舞，台下观众瞬间掌声欢呼一片。这玩意也太土了，等会儿必须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才艺。就是，你到底要表演啥？马上你就知道了。你不会是第2个上场的吧？对呀，我去准备了，看我怎么检验你们。难道孙梦佳是打算唱歌吗？Hey boy, come on baby。乖乖，这闺女咋这么俊啊？人爱。这身段跟画报里走出来的一样。小陈这小子艳福不浅啊，怪不得看不上村里的姑娘呢。切，也就剩个好看了。这种妖艳贱货娶回家，一家人都得跟着遭罪，守不住的。而且你看那屁股那么小，一看就生不出儿子来。这也太好看了吧！一想到老妈给自己找那又矮又胖的老婆就气，生不出儿子咋了？好看不就得了？没想到他还有这才艺，不过这衣服叉也开得太高了吧！此刻台下所有人都开始随着音乐晃动，江小晨也深情注视着。很快孙梦佳唱完，一瞬间台下尖叫欢呼声此起彼伏，村长则在一旁抱着箱子走上前。好，精彩，太精彩了！感谢孙梦佳的表演，接下来就是激动的抽奖环节。电动车！恭喜孙梦佳抽中5等奖，不锈钢勺子或筷子任选其一。没事，还有一次机会。哇，3等奖，恭喜获得大豆油1桶。我的电动车呢？我的烟花呢？气死老娘了！什么破手气！油还是转基因的，正好年后走亲戚给3姑用。老头，我刚才唱的怎么样？是不是惊艳全场？不怎么样。切，那掌声多热烈啊！比第一个扭秧歌的掌声可强多了。他们是看你唱歌吗？他们看的是你大腿，没听见好几个光棍疯狂吹口哨吗？怎么吃醋了？放心吧，他们顶多看一眼，过眼瘾，知道你吃的有多好。那也不行啊，这多好看啊！他们眼睛都快粘你身上了。那既然你这么喜欢，那咱们今天晚上就穿这身。别闹。接下来有请咱们村的客人赵雪小姐给大家带来舞蹈《大地飞歌》。爸妈，好好看，小雪选的这歌多正派啊，肯定是那种特别优雅的民族舞。哎呦，真俊啊！这闺女长得太好了，跟那个昭君出塞的王昭君似的。小陈真是好福气啊，这俩对象一个比一个俊，都从哪找的啊？稳了，这种老歌能有什么幺蛾子？顶多是跳个民族舞。
这不是钢管舞吗？这玩意儿也能摇？你懂什么？好摇不挑曲，万物皆可摇。这在小雪的老家可是刻在 DNA 里的东西，文旅宣传片都这么跳，这叫潮流，你懂不懂？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25天。你懂什么？好摇不挑曲，万物皆可摇。这在小雪的老家可是刻在 DNA 里的东西，文旅宣传片都这么跳，这叫潮流，你懂不懂？此时台下欢呼声不断，赵雪气喘吁吁的跳完后，村长也再次抱着箱子上前。恭喜2个5等奖，奖品是2双筷子。叔叔阿姨，我听您说过年添筷子是好兆头，我这下子抽了2双筷子，是不是代表着以后能生2个呀？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哎呀，这寓意好啊，成双成对，以后肯定生双胞胎、龙凤胎。他喵的，这玩意儿也要跟我比是吧？这死绿茶，拿2双破筷子就想上位当正宫，真当老娘是吃干饭的？不就是没抽到电瓶车吗？至于吗？你懂个屁！这是一辆电瓶车的事吗？这是谁更能生的尊严？这都哪到哪啊？我还有3公里，马上到。赵雪啊赵雪，你以为老娘治不了你了？没想到吧，老娘还有后手。咱们春晚已经接近尾声，最后一个节目由我儿媳妇给大家带来一首。且慢，你还要表演吗？没错，要演，但是不是我要演，而是我要演。你是谁呀？我是江小晨的女朋友，我是来找江小晨过年的。我他喵啥时候又多出来一个女朋友？这剧本里没写这一段啊。这不能真是江小晨女朋友吧？就剩这电瓶车了，这蓝毛要是演完也抽奖就完了。小陈啊，这真是你女朋友吗？她还真是我女朋友。你他喵都有俩了还不够，关键是轮番上阵，非得盯着大奖不放。果然越有钱的越抠门。呵呵，好啊，年轻人嘛，多交几个朋友是好事儿。既然是小陈的女朋友，那必须得上台，必须得演。喂，音响师，声音大点，混响开最大，我也不给大家来虚的。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婶婶过年好，祝大家财源广进，4季发财。我就给大家唱首歌吧，歌名叫《荷兰浪漫宣言》。唱歌好啊，唱歌总比社会摇强吧。而且听这名字《浪漫宣言》，虽然没听过，但一听就是个情歌啊。爸，这应该是首慢歌，情歌，挺适合过年听的。听名字还行，浪漫吗？我走不颠了，是睡觉，是3、是4、春是7。你看看人家蓝毛唱得多好，雅俗共赏。你那好好的大地飞歌都整成啥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啊，我们那都这样。不信你上网搜搜，我们贵省文旅都用大的飞歌谣。不过这歌也不太适合在村里唱吧。哎呦，这闺女唱的带劲啊！虽然听不懂是啥意思，但这调调好听。是啊，洋气，这口音听着怎么这么像荷兰的？我听着像河北的。河北个屁，河北和咱这口音一样。河北大了去了，你知道人家河北哪里的？我管他河北哪里干啥，这口音就是荷兰嘞。都别瞎胡咧咧了，这一听就是咱齐鲁话，南边水城的。还好，没社死。抛开歌词不谈，蓝毛这嗓子确实不错，还真挺上头的。谢谢大家，俺是荷兰类，荷兰濮阳类。不是，你还整串烧，还自报家门上了。再来一个也行，得让我多抽一次奖。感谢这位姑娘给大家唱的歌，好听，实在是太好听了。后面还有别的节目呢，先抽奖吧。恭喜特等奖，全新电动车1辆。耶，老娘中了，老娘有车了，我靠，牛的嘞！这姑娘运气好啊，这么多人都没中，她一来就中一个大奖，厉害啊！要不人家小陈怎么发财了呢？人家这对象都有好运气。这不公平，怎么好东西都被他老江家拿走了？他家一家就上了3个节目，抽6次奖，加上江小陈和他爸妈抽的，都抽9次了。俺家就我自己抽了1次，这不公平。大婶，没人拦着你不让你上台表演节目吧？我虽然刚来，但我听小陈说过，谁想上台表演都可以。我看这箱子里还有球呢，只要你演了，你也可以多抽1次奖啊，又没人拦着你。我哪会演啊？我才不演呢，抛头露面的。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就是让你上你不上，之前那些人抽奖也没见你说话，咋的？看见涵涵中了特等奖眼红了？我们又是化妆又是买衣服的，我不嫌你白看我们表演就够可以了，你还嫌我们中奖？我不会演咋了？反正就是不公平。这位阿姨，您不会表演也没事呀，您可以让您的儿媳妇上台表演啊，年轻人肯定多才多艺。我没儿子，哪来的儿媳妇？哼，原来您没儿子啊，怪不得这么闲呢。没儿子好啊，没儿子压力小，不用给儿子买车买房，那可以让您丈夫上台表演啊。我对象都5、60了，怎么可能上台抛头露面给你们这些小辈演节目啊？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刚才还有好几位老大爷表演敲鼓和拉二胡呢，人家怎么就不嫌弃抛头露面呢？长辈有才艺，给我们小辈展示一下，乐呵不是很好吗？这位爷爷，您说是不是啊？小姑娘说的对，你不上台还嫌我们多抽奖，小老虎家的，我看你就是诚心捣乱。就是你这么会说，你咋不演呢？真是红眼病。谁说不公平？我要是真不公平，我为啥不让我家的人抽中啊？又不捐钱，又不表演节目，光想占便宜，你都白抽了5斤面了，你还嫌弃上了？不想看就回家去，别在这儿扫大家的兴。
牛啊！这3个精神小妹凑在一起简直无敌了，以后家里有这3尊大佛镇着，谁还敢来找事？呀，你是荷兰的，多大了啊？叫什么名字啊？来我们这过年，你爸妈知道吗？做什么工作的啊？家里是做什么的啊？什么时候认识的小陈啊？那啥，妈，你查户口呢？她叫王雨涵，是荷兰的，和我一样大，过了年就20了，我们都是好姐妹。妈，您就放心吧，我和佳佳、小雪关系可好了，保证平时不闹矛盾，好好伺候您。走，上车。为了庆祝我喜提新车，本小姐载着你们回家。4个人骑1辆电瓶车，你确定他能承受得住咱们这份沉甸甸的友谊？当然没问题啊！你骑车，小雪蹲前面踏板上，我坐你后面，搂着你的腰，佳佳坐最后面，搂着我。这电瓶车跟了你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那我骑，你在后面搂着我也行。这是谁搂着谁的问题吗？不用了，我走2步就行，你们自己玩吧。此刻孙梦佳鄙夷的看了一眼江小晨，就和小雪一起窜上车，3人就这样歪歪扭扭的冲了出去，只留下江小晨在风中凌乱。算了，还是赶紧先回去吧。随后江小晨到家发现3姐妹在帮老妈做饭，于是也加入进去。很快年夜饭做起，一家人吃完饭后，孙梦佳先带头跑到了放烟花地。江总，过年好啊！场地都布置好了，所有引线都检查过了，随时都能放。再等会吧，现在太早了，起码也得等7点半以后，那时候人多，效果也好。我管你这那的，我先玩爽了再说。那就先弄几个1米多高的那种组合烟花，让他先玩完。好。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26天。好嘞！随即老板就指挥人从车上搬下来烟花，摆放整齐后，3姐妹迫不及待地跑过去点燃烟花，在空中炸响，而老板却叹了口气：江总，真是太谢谢你了。实不相瞒，今年烟花生意不好做，我这压了一仓库的货，本来都愁得睡不着觉了。家里孩子今年刚毕业，等着买房娶媳妇，您这一单500万，真是帮了我大忙了。互惠互利嘛，不过县城房子现在应该也降价了吧？要是县城就好了，但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毕业后非要在省城找工作，在那边谈了对象，就要在省城买房。虽然说今年的房价便宜了一些，但省城那可是大城市啊，首付都得好几10万，我也是没办法啊。要在省城买房，那可太好了啊！老板，你打算在哪个区买？预算多少？孩子在高新区上班，肯定是想在附近买一个，多少钱一时之间说不好，想买个便宜的，但现在哪里还有便宜房子啊？家里钱又没那么多，结婚全都是花钱的地方。你看看这套怎么样？这房子好啊，这小区在哪？就在高新区的魔方大厦附近。我看一下具体的小区名。这个小区不错啊，我儿子之前带我去看过，就在他公司对面，可惜太贵了，买不起。你看这户型南北通透，还是精装修，这得多少钱啊？也没多少钱，买房子顺手凑单买的，本来就是打算出租的，只有89平，2室2厅，精装修，1天没住过。当时的购入价是120万，才120万。去年问的时候还说要150多万呢。这2年房子的行情你也知道，我买了一套700、800万的，中介为了多让我买，按照房东成本价出的，没赚我钱。江总，您的意思是，既然你急需，咱们又这么有缘，这样吧，给你打个折，115万转给你，怎么样？115万，这可是又便宜了5万块啊！而且还是现房精装修，江小晨这人仁义啊！江总，您真打算卖给我？当然是真的，本来也没用，既然你需要，那就直接卖给你呗。如果你要的话，直接上你的名就行，反正我全款都付了，就差去服务大厅登记名字了。我要，江总，您就是我全家的恩人啊！您也不用给我便宜5万，我老刘也不是得寸进尺的人，您放心，120万1分钱都不少。你也别高兴得太早，这场烟花秀，如果我不满意，别说卖你房子了，我连烟花钱都得给你要回来。您把心放肚子里，今晚要的效果，您要是不满意，我把头拧下来给您当球踢。闻言，江小晨笑着点了点头。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7点半，江庙村空地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随着3声信号弹过后，烟花秀正式开始。然而绚烂的烟花下，却有个人阴恻恻地盯着江小晨。为什么他身边的是孙梦佳而不是我？明明是我先认识江小晨的，明明他就是个满嘴脏话的小混子，哪里比我强了？一定要拿下江小晨，哪怕是小的也行啊！男人越有钱就越念旧，只要自己死缠烂打，再利用好江小晨那对心软的父母，拿下他是早晚的事。哼！让开，都给我让开！我是江小晨的亲二婶，这是我侄子办的烟花秀，凭什么不让我过去？这不是二婶子吗？你还有脸来啊？你不是跟人家闹翻了吗？见面就跟疯狗似的要人，还这儿攀亲戚呢？想看烟花，回你自己家看去吧。你还欠我家一顿大餐呢，啥时候请啊？1万块钱呢，别想赖账。赶紧回去准备钱吧，你要是不请，我就天天去你家门口骂你。妈，别闹了，拍钱不够丢人吗？你要看你自己看，我回家了。大过年的都不消停，我现在严重怀疑老妈真是个扫把星了，不行，必须得让人给看一看。与此同时，不少村民都拿出手机开始拍摄，甚至有人开启直播，直播间人数瞬间爆满。紧接着，透过直播间，空中几个大字逐渐显现。这孩子净整这些花里胡哨的。哎呀，看看人家小陈，这就叫孝顺。我那儿子要是有这1半孝心，我嘎都瞑目了。老江啊，你这辈子算是值了。哎呦，小陈真孝顺啊！老江，你这面子可传到全国去了，等会儿不得喝2两啊！这是小陈的另一个女朋友吧？真有个姓啊！
还得是年轻人，敢想敢干。到咱这个年纪，有钱也不敢写这个字了。靠，真给做出来！哈哈哈，牛批！老娘最牛批！所有拍视频的都给老娘拍好点，明天发给我哈！太帅了，老娘真的太帅了！气死我了！我也想要定制烟花，我也想要老头抱抱。艾特粉毛，你没来真是亏大了，这场面太震撼了。你他喵闭嘴吧！你起码还在现场，还能抽个电动车，啥都没有。我他喵正被我妈按在炕上看春晚呢，想死的心都有了。哎，行吧，确实比我惨点。老头，我们回家吧，还有正事没干呢。正事？什么正事？起床了，起床了！大过年的还睡懒觉。行了行了，起吧，今天可是大年初一，等会儿还得拜年呢。叔叔阿姨，新年快乐！好好好，过年好！来来来，都拿着。哇，谢谢叔叔阿姨，祝叔叔阿姨青春永驻，财源滚滚，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谢谢叔叔阿姨，祝您二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猜猜我今天赚了多少钱？看你这样子，该不会有1000吧？胆子可以再大一点，再猜。2000、12000。我靠，你去抢银行了？姐是那种人吗？我给你算一下哈，过年红包江小晨爸妈1人1000，见面礼1人2000，我叫了声爸妈，非要给我改口费，1人3000，加起来也就12000而已。我靠，妈，我要去齐鲁找朋友玩。我看你长得像齐鲁，赶紧起床，大过年的还赖床，赶紧起床吃饭，给你爷爷奶奶去拜年。那拜年红包能给我1000吗？我给你1巴掌，要不要？哎呀，我他喵吃饭都不香了，既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啊。哎呦，是谁之前说自己要回家，顶多接个电话的？是谁闲鱼1星期都不上1次线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等我过了初八我就去。过了初八，江小晨都不知道去哪了，你还来有个屁用啊！啊，我的命怎么就那么惨啊？陈哥，新年好啊！我来给你拜年了。两家都撕破脸了，这小子今天竟然还上门，绝对没安。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27天，两家都撕破脸了，这小子今天竟然还上门，绝对没安好心。你们先坐，我去烫洗手间。美女，昨天看你唱歌，我就想说了，你这身材是真极品啊！哦，谢谢啊。泽泽，真是羡慕陈哥每一天啊！不知道你他喵没话了是吧？老娘给你脸了是不是？哎，你这小丫头怎么说话呢？我夸你呢。我夸你喵？你以为老娘不知道你是谁？你那不要脸的妈，刚被全村人指着脊梁骨骂丧门星，你还有脸出来晃悠？他喵一双狗眼往哪看呢？老娘身材也是你这种癞蛤蟆能评价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有胆跑来调戏老娘？你个臭彪子，大过年的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信不信我？我信你喵！今天老娘不骂的你妈都不认识你，我就不信我！你个死变态，好到别人家里发情，要不要脸？哎呀，浩然哥，你媳妇知道你在外面这么饥渴吗？好可怜哦。怎么回事？老公，他调戏我。滚！大过年的，我不想打你，别逼我动手。没事吧？他没怎么样你们吧？没事呢，小陈，幸好有你。看见没？这就是来家里抢姥姥姥爷的大舅一家。那个男的就是强子，旁边那个估计就是他那个要房要车要彩礼的女朋友了。小陈啊，舅舅给你拜年了。前天的事是舅舅不对，舅舅有眼不识泰山。哎呀，我们也是听强子说了才知道，你现在不仅有钱，还有实力，跟帽子叔叔的关系都那么硬，舅舅是真的服了。是啊，小陈，昨天是舅妈冲动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东西拿回去，道完歉就回去吧。我家地方小，人多坐不开。小陈弟弟你好，对不起啊，昨天的事都是强子和叔叔阿姨的错，我替他们向你道歉。大家都是一家人，以后还要多走动呢。行，道完歉就赶紧走吧。大年初一哪有留客的道理呀？咱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初3的时候，等你去看你姥姥姥爷，咱们好好喝一杯。再说吧。那我和你舅妈可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陈哥，我知道你在省城买了套800万的大平层，能不能把那房子退了，从我这里买啊？咱都是一家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啊！而且你一开始明明是在网上找我女朋友咨询的啊。你女朋友？对啊，那天下午你去看房，本来是她接待的，只是她当时突然肚子不舒服，这才让她的那个胖子同事给截胡了。陈哥，你就当帮哥一把，把单子退了，重新钱算在我头上，行不行？原来前天下午放自己鸽子接电话声音嘈杂的就是强子这个未过门的老婆，还真是个好女人啊！惊天大瓜啊！不过当时那声音和强子这个也不太一样啊。什么情况啊？怎么你们一个个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是女的谁啊？一句半句跟你说不清楚，你就记住一点就行了。强子的头顶上现在顶着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而且那绿光刺眼的我都快瞎了。
刺激啊！这不比春晚好看10000倍？这把稳了。正常来说，以江小晨和孙梦佳的性格，绝对不会给我好脸子才对。那既然笑了，说明江小晨还是原谅我的，心里还是把我当一家人的。兄弟，好弟弟，我叫你哥还不行吗？以前都是哥错了，哥这人脑子笨，那天晚上也是一时冲动，哥给你赔不是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这单子就当是拉哥一把了。所以呢？所以能把这一单让给我做吗？我都签完合同了。当初去省城虽然是误打误撞吧，但也的确是在网上找了这位嫂子。但他没去啊，这能赖我？可我们一家人当时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呢。我下高速之前，他就信誓旦旦地说在门口等着我了，结果我到了，他都没到，这能赖我？赖我对象，都是我对象不对。还不赶紧给陈哥道歉？陈哥，对不起。哼，当初老头也不是没给他机会，还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根本不接。我说换一个中介，老头还说他可能在路上呢。再等等，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吧？当然了，我就知道小陈是个好人，你也是个好人，你们是真仁义，要不小陈怎么能发大财呢？就是因为人好。主要是当时确实不舒服。哼，不舒服？你不舒服个屁！不就是觉得人家没有成交意向，故意耍人玩吗？陈哥，对不起，我知道都是张丽的错，我们这不是来道歉了吗？你们不珍惜，能怪我？现在人家小周承担了，你又让我违约退单，咋好意思说出口的？我问你，你敢和一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蜜腹剑，两面三刀，出尔反尔的人合作吗？不是，这是点我们呢。老头，千万别说出真相，就让强子一直戴着这顶发光的绿帽子就行了。你表哥这种傻货就得配这种烂裤裆，让他俩渣男渣女一辈子锁死，千万别放出来祸害别人。OK， 我有数。陈哥，那个小周就是个新人，就算你退了单，他也不敢说啥。你把这单转给我，光提成我结婚的彩礼钱和买房的钱就全够了，这也是你姥姥姥爷一直盼着的。就是啊，小陈，你现在这么有钱，就当拉你哥一把怎么了？再说你这嫂子人可好了，这不是在外面等你等得太久，忘了凉风，导致急性肠胃炎拉肚子了吗？你可不能寒了人家的心啊！哼，肚子疼进医院了，嫂子是哪家医院啊？打点滴了吗？医生怎么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小陈弟弟，都是我不对，你原谅我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就是鬼迷心窍了，我就是。你不用给我道歉，我也不是不想帮你。这样吧，只要你能证明你昨天下午2点半确实在医院打点滴，这单子我就转给你。证据？我去哪拿证据？拿那个50多岁老男人的开房记录吗？嫂子，你是不是一直在撒谎啊？当时打电话好像听见还有个男的在说话。表哥，你老实说，那天下午你是不是忙着和嫂子吃饭打牌，根本没把我们这几个小卡拉米当回事啊？我靠，他喵的，老子一走你就放飞自我了，而且为了和别人打牌耽误了10万20万的提成，你是真杀的。不行，现在一队长强子发现自己被绿了，你想把我踹了怎么办？到时候我名声也彻底臭了。强子，别说了，人家小周都已经承担了，咱们再硬去截胡，这也不合规矩，对陈哥的名声也不好。走吧走吧，别打扰江总休息了。走啥走？这单子本来就是你的，说不要就不要了。要是外人也就算了，咱可是一家人，是不是啊，陈哥？谁跟你是一家人？人家小陈和我才是一家人。哎呦喂，我当时谁在这儿攀亲戚呢？原来是你们啊，黄爱国，你要不要你那张老脸了？前天是谁带着你们村长跑到我们老江家来踹门闹事的？你放什么狗臭屁！江秀红，你少在这装什么好人，还一口一个你们老江家，你以为你安的什么心大家不知道吗？不知道是谁恬不知耻的领着个二婚带娃的破鞋非要再给小陈，你真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啊？那也比你强。今天听说我们小陈有钱了，又颠颠的跑上门来攀亲戚，我都听说了，你还欠着我们江家好几万的饥荒没还呢，这会儿还有脸反过来找我侄子要钱，这算盘打得我在镇上都听见了，赶紧的，先还钱。你还老江家，都是嫁出去的人了，也配说老江家？你个卖直求荣的烂心肝！我们好歹是为了自己儿子，你呢？你为了外人坑自家人，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小陈，那是姑姑不知道你发达了，要是咱家没钱，娶了她不是挺好的吗？人家他爹可是镇上的村长。当然了，现在就另当别论了，姑姑给你找更好的。我去，当我们不存在是？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28天。我去，当我们不存在是吧？别装了，你就是想卖了小陈，好给你家批地。我们也不是来找小陈要钱的，我们就是让小陈把中介换成我们的。你这不还是要来赚我们晨晨的钱？你先还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欠我们家10来万呢，都还上，少1分钱，我让你儿子连工作都丢了。我去他单位闹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家欠钱不还。你一个老泼妇，我撕了你的嘴！来啊，谁怕谁啊？老娘今天非撕了你这不要脸的！哎，别打！我靠，刺激！这不比看电视剧带劲多了，这挠得真狠啊！这孙梦佳怎么突然出去了？这么悄悄离开，肯定不对劲。小陈，你别走，你得给舅妈评评理。你看看你三姑这个疯婆子，把你舅妈打的，还怎么出去见人啊？是啊，小陈，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俗话说得好，娘亲舅大，你可不能看着他欺负你舅啊。小陈，你别听他们的，他们就是吸血鬼，只有三姑才是真心为了你好，咱才是流的一样的血，打断骨头连接着筋啊。他喵的，这会想起是亲娘舅了，这会想起是亲姑姑来了，现在立刻马上全都给我滚！你从来没管过我，现在想起来管我了？我在哪和你没关系？对，我就是住在男人家里了，怎么了？我都20了，再过2月他喵都能去民政局领证了，你估计连我的年龄都忘了。
看来又是那个赌鬼老爸，估计是大舅和三姑太吵了，让他心里难受了吧？你少在这假惺惺的，你还是回去跟你的好儿子过吧。之前不是说句话都害怕被丈夫知道吗？现在怎么敢大过年给我打电话了？不怕你那个丈夫知道了？不对，不是赌鬼爹，是改嫁妈，难怪情绪这么失控。被抛弃的母亲突然打电话，无疑是在旧伤疤上又捅了一刀。以后别联系我了，我早就当没有你这个妈妈了。唉。干嘛去了？屋里那么好看的大戏，你怎么没看？那大舅妈和三姑脸都挠花了。当然是去抽烟了。喵的，刚才在屋里被那帮人吵得烟瘾上来了，出去透透气。你还想不想看他们吵架？如果看烦了，就直接把他们赶走，吵得恼人疼。我就知道你这人最怕麻烦了，这种泼妇吵架你肯定不爱看。喵的，这些不要脸的吵起来还没完了，还真把咱家当菜市场了。走，必须去干他们。都他喵给我滚！不知道小陈最讨厌麻烦吗？一个个的大过年跑别人家来不消停，真当自己是盘菜了是吧？给你们10秒钟，再不滚，把你们都送医院去住院，医药费老娘出了。没听见吗？刚才小陈就让你们走，你们还赖着不走，非得老娘给你们松松骨。各位长辈，你们可想清楚了，你们今天来都是为了求小陈哥哥办事的，真要是惹怒了他，你们的小心思可就全泡汤了哦。检测到孙梦佳维护宿主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24。检测到王雨涵维护宿主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25。检测到赵雪维护宿主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26。小陈呐，我去叫我儿子给你磕个头，你给他包个红包沾沾喜气。要你喵的红包，再不走，老娘直接打断你的腿！干嘛自己动手赔钱让他们占便宜？不赔还得蹲局子，打个电话雇几个人不就得了？这种事没必要自己动手。站住！记得把钱给我准备好，那是欠老娘的钱。就是呀，年前不是说年后立马还钱吗？怎么现在还不还？我还以为你们今天来是还钱的呢。言而无信，就这还指望我们帮你们签单拿提成？跟他们废话那么多干啥？年后直接去法院起诉，让他们成老赖，让他们连高铁都坐不了，孩子上学都上不了，看他们怎么过日子。陈哥，我知道你喜欢清静，我们这就走，钱我们一定想办法，这2天一定还上，你就放心吧。爹，检测到孙梦佳、王雨涵、赵雪替宿主讨债，真心值+3，当前真心值29。我去，这就干到29点真心值了。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有抽奖。如果到30点直接梭哈，会不会更爽？不过孙梦佳现在状态很不好，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记得他老家是衢州的，晚点时间订个票去一趟吧。这次得偷偷的，万一那2把我卖了，孙梦佳肯定会多想。有点无聊啊，咱们去看电影，上网吧走。闻言，3姐妹都非常兴奋。然而到达影厅看完电影后，3人突然又变得无精打采。就这，我都快看困了，怎么好像自己看过似的？算了，找个台球厅去打台球吧。打台球不急，现在都1点了，咱们要不要去吃个饭？我就不吃了，刚才吃零食都吃饱了，你们谁爱吃谁吃。我是不吃了，这会儿是真吃不下了，主要是这2年我都没吃这么饱过，1天3顿饭，还都是好饭，还有零食吃，我都害怕我胖成球。我也减肥。那我们去网吧打会游戏吧。打游戏在手机上打多好，还不花钱，现在谁还去网吧打游戏啊？有这钱倒几杆子台球不爽吗？不是，你去打台球，我不反对，瞧不起电脑游戏咋回事？关键这样我还怎么收集你们的身份信息啊？第一，检测到孙梦佳替宿主省钱，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30。恭喜宿主，已满足抽奖条件，是否立即开启抽奖？可合并抽奖期数进行超级抽奖，是否进行超级抽奖？现在还不是时候，这种超级大奖必须得更有仪式感才行。那咱们去找个既能上网又能打台球的地方，多好啊！那还是算了，我还是跟你一起打游戏吧，只要你不嫌我菜就行。我也想学着打电脑游戏，以前我爸还在的时候，就经常打穿越火线，只可惜他走得急，也没跟我说账号密码。听说那号有不少好装备，说不定还能卖个1000把块钱呢。说实话，我虽然以前常去网吧，但都是去那坐着蹭空调的，还真没玩过电脑游戏。我真是畜生啊！他们都这样了，我竟然还在算计他们。其实我也不想玩游戏，主要是想看一下你们的身份证，毕竟连你们姓名地址都不知道真假。作为老板，还是要了解一下员工信息的吧。什么鬼？怎么你怀疑我们给你做局了？哎呀，当然不是了，主要身份证上也有生日，咱们公司的福利还是很好的。等过生日时，公司会给你们发蛋糕，还有红包和祝福呢。我去，想给我们惊喜你直说啊，拐弯抹角的，一点都不爽利，我还以为什么事呢？拿走，随便看，我生日就2月了，别到时候忘了。我想吃海底捞，能实现不？必须能实现啊！咱公司福利挺好啊，那老板我能干多久啊？要不就干一辈子，咱公司非常人性化，不仅不辞退，还给养老。紧接着，其他2姐妹也把身份证交给江小晨。江小晨把身份证收起来后，才终于安心。随后3人正准备去台球厅时，江小晨的手机突然响了。小陈啊，你在哪儿呢？赶紧回来，咱们要去上坟祭祖了。我先送你们去台球厅玩会，我去办点事。你他喵瞧不起我是吧？我就这么贪玩，我也要去。不是觉得你贪玩，是我们这的习俗，上坟祭祖，除非是自家闺女，其他女性一般是不去的，除非什么？除非是新媳妇上门认祖宗。我靠，江小晨，你翻脸不认人是吧？
他喵我就不是新媳妇了是吧？喵的，我现在就去买口香糖，咱们现在就浴血奋战来。行，我也没说你不能去啊，我只是怕你不愿意去那种地方。既然想去，带你去还不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29天。行，我也没说你不能去啊，我只是怕你不愿意去那种地方。既然想去，带你去还不行吗？我也要去。我靠，你俩都去了，那我也去，我也要认祖归宗。好，都去。紧接着江小晨便带着3人开车回家，路上也顺带买了不少纸扎用品。到家后，老爹看着一车的纸扎，惊得嘴角直抽。你买这么多干啥？这得烧到啥时候去？你爷爷奶奶在那边过得挺好的，咱年年都烧，不缺这些，这不是浪费钱吗？爸，这怎么能叫浪费呢？这是给爷爷奶奶花的啊！咱现在日子好了，也不能让老祖宗在那边受穷啊！再说了，多烧点，老祖宗在那边打点好关系，也能保佑咱不是？年纪轻轻的咋比我还迷信？老头，咱是不是要上山啊？那你这车能行吗？要不要找人拉过去啊？你那车估计上不去，还是我这老车管用。咱自己家的祖宗，还是得咱自己去才行。爸，你还说小陈迷信，你比小陈还迷信呢。还是这个儿媳妇好啊，就知道护着自己儿子。随即将东西搬上车后，一家人就这么开着3轮车上山。同时一路上也惹来了不少村民的艳羡。很快到了坟地上，江小晨和老爸立马开始忙活烧纸。呼，终于烧完了。磕完就起来吧，地上凉，心意到了就行了。没事，我在跪会许愿，我要让爷爷奶奶、列祖列宗保佑我发大财。许愿干啥？心诚则灵，都是你亲爷爷奶奶不保佑你保佑谁啊？再说了，你现在都这么有钱了，做人不能太贪心。系统开启超级抽奖，30点真心纸，一把梭哈。爹，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1000万元，注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已打入账户，无任何消费限制，可随意支配。1000万纯现金，还是想买啥买啥，想怎么花怎么花。多谢爷爷奶奶，多谢列祖列宗啊！江总，过年好啊！那个房子的事儿我已经跟中介小周谈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我现在就把房款给您转过去，您给我发一下您的卡号呗。不是说115万吗？咱们从他那买烟花，他都赚多少钱了？算了，我再问问他。不是说好的115万吗？江总，您帮了我这么大忙，没有您，我顶多付个首付，而且这套房子别人卖给我可贵多了。您对我已经这么好了，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哪能让您赔钱啊？你看看啊，他还得谢咱呢，这钱就收着吧，我特意发的你卡号。这刚磕完头，许完愿，钱就到账了，神了，太神了！这是祖宗显灵啊！小陈，这坟必须修，大修，爸这就去联系这块地的主人，咱把这块地包下来，给爷爷奶奶盖个最气派的阴宅。行爸，钱你自己留着花就行，给爷爷奶奶修坟这事也不用着急，慢慢来。这哪能不急呢？这是关乎咱老江家后半辈子的大事啊！爸，刚才是谁说这都是封建迷信的？那都是我不懂事啊，这怎么能是封建迷信呢？这是龙国传承1000年的文化啊！江总，您收到钱了吗？我过2天就把合同改一下，您看看，您方便来签个字吗？或者我去找您也行。明天吧，我看一看，你方便吗？有空，非常有空。另外，您手里另一套小平房卖吗？我回家跟我爸妈商量了一下，他们也都同意了。我打算等您过户后提成下了就买，我可以再加2万，绝对不会让您白忙的。放心，我等着你。难道江小晨的爷爷奶奶真这么管用？是所有祖宗都管用，还是只有江小晨祖宗管用啊？怪不得江小晨有钱，就这爷爷奶奶拿了钱是真办事啊！随后众人将坟地收拾了一下，就开车回家。刚到家，3姐妹就迫不及待地围到江小晨跟前。老头，刚烧完纸许完愿就赚了好几万，你爷爷奶奶真有这么灵啊？我看叔叔都快把你爷爷奶奶当财神爷供起来了。谁知道呢？但毕竟是先人，就算不灵，也是一种美好的寄托，心诚则灵嘛。那完了，我刚才许愿许小了，岂不是亏大了？你还算好的，起码许愿了，我根本没许，就不知道这玩意还能许愿啊！喵的，我也没许，早知道这玩意还能许愿，我高低许一个，早日成为百万富翁啊！这么好的机会，白下那么多贡品了。那佳佳，你许的啥愿？我他喵许愿让我大姨妈今晚就走，早知道这么灵，我就该许愿发明永动机，可以永远不知疲倦的干活了。真是没救了，你脑袋里除了这点事就不能装点别的。又是这个堂弟，我是真服了。陈哥回来了，我刚才来找你，你不在，有事吗？那个没啥大事，就是愿赌服输。我江浩然虽然没啥本事，但说话算话。今晚我在镇上的居香园订了几桌，请咱们全村的老少爷们吃饭。陈哥，你和嫂子们可一定要赏光啊！这小子是怕自己不去，他在村里人面前下不来台吧？我可是听说了，这2天周围的邻居说再不请客，真要去他家骂街了。不去，累了一天了，想早点休息。别啊，陈哥，去，为什么不去？有免费的饭不吃，你傻啊？几点？哪个报间？6点半牡丹厅，那就这么说定了。爹，检测到孙梦佳为宿主省钱，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1。那小子摆明了是鸿门宴，或者是想借机修复关系，或是想找回点面子。不管是哪种，这饭都吃不安生啊！那你还去？你都答应了，我能不去吗？我说去你就去，你咋那么听我的？你也太没主见了吧！也行，刚好这2天孙梦佳被那群极品亲戚气得够呛，刚好去大吃一顿，说不定还能再在那爽骂一番呢。切，
行了，老头，你放心吧，什么事都有我呢。如果那个江浩然敢耍花样，我让他横着出去，你就踏踏实实吃饭装逼，其他的事包在我身上。好啊，那我就等你罩着我了。同一时刻，另一边的江浩然家里，江浩然父亲正一脸忧愁的将一沓钱递给他。耗子前2年娶媳妇，家底都掏空了，现在还有钱没还上呢。你确定非得请这个客，就不能赖掉？都是乡里乡亲的，还真能怎么着咱们？赖不掉啊，爸，全村人都盯着呢。我要是赖账，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混？再说了，这不是单纯请客的事儿，这是和江小晨搞好关系最重要的一步。哦，也是啊，可以从你大伯入手。小时候家里穷，你大伯都省下来给我了。你爷爷死得早，你大伯那时候既当爹又当哥，没少帮衬咱们。对啊，其实我觉得坏就坏在我妈身上了。爸，你没听这2天村里人都怎么说的吗？你看江小晨自从去了外地，离我妈远了，立马就发财了。别瞎说，那是迷信。我可不是瞎说，我都打听清楚了。大伯这正找人包咱那块祖坟的地呢，说是要大修。他说刚烧完纸，江小晨立马就进账了好几万。你想想，江小晨这么有钱了，都信这个，咱能不信吗？真的这么灵？那要不咱也去拜拜？拜也没用啊！你想想，咱家还有我妈这个大克星在呢，她和咱家的运势反冲啊！只要她在一天，咱家就翻不了身。那怎么办？总不能离婚吧？都这把岁数了。爸，为了咱家的未来，为了我能娶上媳妇，为了咱家能过上好日子，或许也不是不行。要不你先进屋暖和吧。爸，咱花了这么多钱，不就是来装逼的？而且咱们本来就是来求陈哥的，他这人心软，看见我为了迎接他都冻感冒了，这印象分是不是就高了？都是一家人，哪用耍这么多心眼？你是真心道歉，小陈又不是不知道，你有现在拼了身体用这脑子的，当初让你好好学习，你咋不听？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30天，都是一家人，哪用耍这么多心眼？你是真心道歉，小陈又不是不知道，你现在能用这脑子了，当初让你好好学习，你咋就不听呢？你懂什么？我是那好好学习的人吗？咱家就没有那种脑子。再说了，好好学习得学10几20年，我现在哄好了陈哥，就只用吃这半小时的苦。咱家怎么就没学习的基因了？你陈哥也是咱老江家的人，人家怎么就能考上好大学？人家怎么就这么有出息？我说是老江家基因不行了吗？我说的是我妈不行，咱家就是被她给坑的。你妈再不好，那也是你妈，她对不住所有人，唯独没对不住你。她再孬，也是你要啥给你啥，谁都有资格说你妈，就你不行。我是想说，你不能光想着走捷径，自己也得努力才行。你懂什么？要不是她惯着我，我能成这样？你还替她说上话了？你忘了她和你吵架，把电视砸了的事了？你忘了那时你生气，骑摩托车出去摔沟里，腿骨折，她不光不管你，还嫌你不能上班挣钱的时候了。算了，不过小陈该不会不来了吧？那你这钱可白花了。不可能，陈哥和3个嫂子都答应我了，今天晚上肯定来。再说了，这席也不是专门请陈哥的，他不来咱一样吃。村长好啊，快往里面进来。好，他今晚来不？来，早就来了，在屋里坐着呢。军叔，你找他有事啊？没事，这不是小陈要在村里盖别墅吗？我和他讨论盖别墅的事，最起码也得做个报备，等上面审批啊。你不是有钱吗？你不是嘚瑟吗？不从你姓上掏个几10万，我就不姓刘。陈哥来了。嫂子，怎么是你啊？怎么不欢迎我来？哪能呢？欢迎当然欢迎了，只是我以为是陈哥呢。哼，爽，让你再嚣张。欢迎嫂子。懂事儿。我去停车，你们先进去吧。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眼力见？没看见你正经嫂子在这呢，赢他俩不赢我啥意思？这是瞧不起我是吧？喵的，就你事多，你自己不会走还是咋地？哪有啊，特别欢迎嫂子呢。浩然啊，这么冷的天，在门口站着干嘛？让二叔也跟着受冻，进去坐。没事，等陈哥是应该的。怎么能叫等我呢？说的好像我故意让你穿这么薄，在这受冻一样。我这死嘴，怎么就学不会说话？啧，这才是大老板的牌面啊！走到哪里都是美女环绕。你看人家那气场，跟电视里的明星似的。哎呦，你看那个蓝头发的，那身材绝了。二爷，你都多大年纪了，怎么还想这事儿啊？就是啊，俺二奶奶就在那边呢，你也不怕她听见揍你啊？哼，她敢。你又给小贝说什么呢？这么大年纪了，为老不尊，也不怕让小贝笑话。这就是有钱的感觉吗？当有钱人女朋友的感觉太爽了。思，你掐我干嘛？我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喵的，你他喵掐你自己呀！你掐我有什么用？我对我自己下不去手啊。好了，别闹了都，赶紧走吧。老头，我要挨着你，方便你给我剥虾。这么多人呢，咱就不能回去再秀恩爱？放心，知道你要面子，我给你剥虾还不行吗？哥哥，不用他，我给你剥。妈，他们都给小陈剥虾，小陈也吃不了那么多，我给您剥。好，我也尝尝儿媳妇剥的虾，等会儿也让小陈给你剥。不是，这么多人等着坐，你们就这么把位置给占了？喵的，反正已经赶不走他们了，那我离赵雪近一点也正好，还能闻闻赵雪身上的香味，说不定还能不经意间握个小手呢。军叔，你坐这来。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懂规矩了，男媳女媳都分不清了。浩然，你爸爸怎么弄的？怎么把女孩子家安排到这屋来了？再说了，你看看这么多爷爷辈的都还站着，没空坐呢，难不成让他们去外面坐啊？是座位不够用了吗？正好我有事，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吃好喝好。
不是，不对，陈哥，够，作为够，您就踏踏实实坐着就行。就是啊，小陈，你今天可是主角，你可不能走啊。小陈，叔不是那个意思，你踏踏实实坐这里就行。叔的意思是你爸爸还没坐下呢，你二叔当弟弟的，浩然当小辈的，也不知道让你爸爸先坐下。咱们都是一家人，不讲究那些虚礼，大家都做。这哪是小陈搞的鬼啊，这分明就是刘强军搞的鬼。人家小陈就是来吃饭的，哪里懂这么多弯弯绕绕？看来是刘强军想求小陈办事，说不定就是想让刘明豪跟着小陈干呢。我可是听说了，这可是300万的房子，一套农村的房子还不带宅基地就300万，这得赚多少钱？等会儿咱们一起敬酒去，可得提醒小陈，不能上了老刘家的当啊。就是啊，咱都是老姜家的，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咱都没捞着好处，让他们老刘家的占上便宜了，可还了得？陈哥，嫂子们，今天这顿饭就是为了给你们赔罪的，想吃啥随便点，千万别给我省钱，不差钱。哟，这么大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本来我还想替你省点呢，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能不给你面子啊。服务员，你们这儿有奥龙吗？没有啊。嫂子，咱这是小饭店，没那么多生猛海鲜。那帝王蟹有吗？这个也没有。过年头一天，咱说好的去吃帝王蟹，有事耽误了，你还欠我一只帝王蟹呢，记着点啊。行啊，明天咱就去省城，想吃多少随便你。算了，把你们这能上的最好的菜都上一遍吧，有些能买到的好食材都去外面买一买，真为不差钱。完了，这他喵哪是点菜啊，这是要我的命啊！对了，酒呢？酒我有准备，我带了2瓶好酒。小陈不喝白酒，我们女孩子也要保养皮肤。服务员，给我们来2瓶红酒吧，要贵的。另外来一箱茅台，我今晚陪几位长辈不醉不归。对了，有烟吗？没有的话，去外面买。那个嫂子，这店里可能没有什么好红酒，茅台应该也没有吧？有的，红酒茅台也没有1箱了，但旁边超市都有卖的，我现在就去买。耗子啊，你刚才不是说不差钱吗？该不会是钱不够吧？不够的话，大家吃的差一点也没事，我理解你。没够，怎么可能不够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喝好的。此时江小晨看着江浩然满头虚汗的样子，不由得觉得好笑。随后各种菜肴上桌，众人也是吃得不亦乐乎，就连村长都吃得满口流油。小陈啊，刚才听好好说，你打算在咱们村的老宅基地上盖个300万的大别墅？是有这回事，不过也不算什么别墅，就是盖个装修好点的房子，住着舒服点。嚯，300万还不算别墅啊！小陈，你这是在大城市待久了，口气都变大了呢。这说起来房子谁提谁上火，我家那小子前2年非要在城里买房结婚，一共花了90多万，光贷款就贷了50万，整整贷了30年啊！不过现在的房价确实跌得太狠，千万别买房，谁买谁是冤大头。我他喵是让你们来这开房地产吐槽大会的吗？我是想借着盖房这事儿点一点江小晨，你们这群泥腿子扯什么房价？行了，买房的事儿以后再说。小陈啊，刚才好好也跟我大致透了个底，说你不仅地上有2、3层，地下还要挖2层，是有这个打算，想做个地下影音室和娱乐室。小陈不是输给你泼冷水，在农村盖房子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里面涉及到宅基地审批、邻里关系，还有土地规划红线，各种条条框框多了去了，这手续怕是不好批啊。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31天，小陈不是输给你泼冷水，在农村盖房子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里面涉及到宅基地审批、邻里关系，还有土地规划红线，各种条条框框多了去了，这手续怕是不好批啊。我在自己家宅基地上盖个房子而已，还有什么不好批的？我倒要看看你要干啥。小陈啊，你常年在外地，不知道咱们这边的规矩，也情有可原。盖房子看着简单，但里面的门道可多了去了。你就算再牛再有钱又如何？我才是村长，你只要还想在村里办事，就还是只能乖乖听我的。首先就是这个邻里关系问题，你想啊，这就涉及到一个采光和隐私的问题，还有就是风水问题。周围的邻居最忌讳的就是别人的房子自己高一头，在农村寓意别人高自己一头，你直接盖2层，人家邻居也不乐意啊。军叔，你可能不清楚，我那块宅基地荒了10几年了，哪来的邻居啊？不过我可以连后面那块一起买了，盖个大院子，这样就不存在遮挡问题了吧？哎呀，小陈，这不是买不买的事儿，现在国家对宅基地管控的严，外村人来村里想买房都买不了，只能自己私底下签合同，最后有的扯皮呢。我知道军叔是为了我好，但您放心吧，我户口一直没迁出去呢。我作为咱们村土生土长的人，难道也不能申请宅基地？我又不是不给钱。行，倒是行，但是每个人名下的宅基地面积是有标准的，你那就严重超标了，超了面积那可是要罚款的。国家规定补多少，咱就补多少，咱不当那个特殊人，绝不给村里添麻烦。小军，你放心，我们老姜家都是守法公民，超了面积该罚多少罚多少，咱绝不含糊。再说了，还能挂在他妈名下呢，反正都是一家人，挂谁名下不是挂？要我说，应该让佳佳把户口迁过来，直接把那块木房的地写佳佳的名，到时候人家2口子住，咱跟着掺和干什么啊？这要是把户口迁过来，不就意味着自己和江小晨彻底绑在一块了？这不就相当于让自己和江小晨去领证吗？阿姨，这是小陈的房子，怎么能写我的名呢？那可不行，佳佳可不能随便迁户口，要迁也得迁到小陈在齐州买的房子那里。我问过中介了，那里的学区都是省重点的学校，到时候佳佳把户口落到那里，孩子上学方便。孩子上学，喵的！一直以为他是我和江小晨之间最大的阻碍，没想到这老头还挺开明，这不就相当于完全认可我了？
我是让你盖不成，不是让你扩大面积啊！吼，冷静冷静，怎么就忘了眼前这位爷是不差钱的主？拿罚款吓唬他，那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小陈啊，罚款是小事，真正难办的是县里和街道上的审批。要是没有，你盖起来那就是违建，到时候执法队一来，说给你拆了就给你拆了。他敢？我自己花钱盖的房子，谁敢拆？切，小样，急了才好啊，这样才好拿捏啊。小陈对象，你先别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还慢慢说，喵的，老娘急得要死，还让你在这装上了。小军自己家盖的房子又不碍事，怎么还要给拆了？这房子可不是你想盖就能盖的，这里面的水啊深着呢。军叔，为什么咱在自己家宅基地盖房也不给咱审批啊？你想想，咱村距离县城中心只有5公里，如果政策放开了，大家都在农村自己盖房，人家城区的房子卖给谁？所以啊，上面对咱们这种城边村的自建房管控那是相当的严。豪哥，真这么不好办吗？陈哥，军叔说的没错，现在政策确实紧，咱都是专业公司，和那些只会给农村盖房的施工队不一样。环保和施工这块你完全可以放心，但自建别墅的审批这一块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你看，我就说吧，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还能骗你不成？这样啊，那确实是不好办了。哎，其实也好办，叔在县里住了这么多年，住建局、土管所也都有认识的朋友，只要这上下打点到位了，要啥手续咱有啥手续，到时候怎么盖，那还不是你说了算？我靠，合着说这半天还是冲着要钱来的呗？叔，您真是有本事，怪不得能当咱们村的带头人呢，这人脉确实硬，咱们村有您这样的村长，那是全村人的福气啊。但是您对我这么好，我哪能让您拉下脸去求人啊？那可是您积攒了半辈子的人情啊，这不合适，太不合适了。哎呀，没事，为了你。再说了，这种找关系弄来的手续到底正不正规，谁也说不准啊。万一以后换了领导或政策变了，有人翻旧账怎么办？最后要是房子再被拆了，那我找谁哭去？怎么可能？我办事，你放心。算了算了，既然这事不好办，就不办了。这房子我不盖不就得了？小陈啊，其实这事儿吧也没那么难办，叔也就是跟你说一下最坏的情况，只要运作得当。不用了，叔，我想了想，您说的太对了，自己盖房麻烦太多了。反正我也在省城买了精装修大平层了，我爸妈住那正好，还能帮我看看房子呢。我觉得小陈哥哥说的对，这种靠抖关系审批的手续确实有风险，关键是村长叔叔的面子可是无价的，我们怎么能让村长叔叔既搭面子又搭钱呢？那我们也太不懂事了。哎呀，小雪你想多了吧？我倒是觉得村长叔叔说的有道理，咱们又不是没钱，不就是疏通关系吗？拿钱砸不就完了？剩下的给叔叔当辛苦费，这不就结了？对呀对呀，这位蓝头发的姑娘说的对啊，关系嘛就是要用来走动的嘛，只要经费到位。闭嘴！涵涵，你胡说什么呢？你这是在害叔叔，你这是让咱们伟大的江庙村村长公然行贿啊！你就不怕连累村长叔叔进去蹲局子？怎么就进去了？咱们送礼又不是大张旗鼓的送，神不知鬼不觉的，谁能知道？隔墙有耳啊！在座的这些不都是人？哪怕咱村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不会乱说，但还有饭店的服务员啊，说不定就被谁给听了去。到时候村长叔叔也进去了，小陈的房子也盖不了了。哪有这么多事？都是一个村的，哪怕送礼出不了错，那村长叔叔送礼就不花钱了，搭进去面子，还要搭进去金钱，你于心何忍啊？这有啥的？让小陈给他报销，再多给点不就得了？你这是把村长当成什么人了？他刚才都说了，他是从小看着小陈长大的，小陈亲叔叔不给力，亲婶子又是个惹祸骂人的泼妇，这么多年，村长叔叔那感情肯定比亲叔叔还亲，他哪会要小陈的钱啊？那还有我们的事。万一让人家说他是为了钱故意卡小陈怎么办？小陈是不会这么想，但架不住村里人多嘴杂，别人会怎么想？人言可畏啊！涵涵，你这是在坑小陈和村长叔叔啊！你说的也有道理啊，村长叔叔也是个讲究人，就算给他钱，他也肯定不能要了，那就是打自己的脸啊！村长叔叔，对不起，我险些陷您于不仁不义之中，我错了。这给我干哪儿去了？我啥时候说我不要钱了？我他妈要铺垫这么多，就是为了要钱啊！求求你们拿钱砸我的脸吧，我真没那么高尚啊！我靠，一个没看住就不盖了，我先吃了顿饭，菜还没上齐呢，就让我到手的项目黄了。陈哥，你不能不盖啊！这单子要是黄了，我还怎么回公司啊？陈哥、嫂子，你们别误会，先听我解释。哎呦，这小子有眼力见啊！就冲你这一声嫂子，给你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要是说不出个1、2、3来，这房我们还是不盖。陈哥，我们公司是专业的建设公司，别说是农村盖房了，你就是盖万人社区，我们公司的资质也够啊。陈哥，您放心啊，跑手续这事儿您就全交给我，保证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对对对，交给好好就行，他们是专业的。可是听你们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在村里盖别墅也没啥优势啊。老头，要不这样吧，让叔叔阿姨去住省城的大平层，咱们再去县里那个紫金府买个大独栋多好啊。我也觉得姐姐说的对，县城的多省心呀，而且物业管理也好，安全。陈哥，您先别急，您先听我说一说自建别墅的优点。三位嫂子，你们也给我个机会，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32天。陈哥，您先别急，刚才是我没说清楚。三位嫂子，你们也给我个机会行不？哼，那我想要的你们都能满足吗？当然，这位嫂子，您有什么需求？我想要种花的地方，要在院子里种满鲜花。我发现你们这里村里都没什么树，更别说花了。哦，您喜欢植物是吧？这个可太简单了，您那块宅基地南面就是一条小河和麦子地，简单收拾一下，改造成露天的大花园，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好啊，这个好啊，出门就是小桥玉石和花园，这他喵皇宫也不过如此吧？你给他把房子盖那么好干什么？我他喵1分钱捞不着，他凭什么？
那这位嫂子，你呢？我也没啥需求，我想要的都有了。你说的很好，可是手续呢？最关键的是，为什么不说缺点？这些东西的打理成本呢？出门呢有大型商圈吗？自从回了村见了2次，都是张嘴就要钱，我欠你的。既然你想从我身上捞钱，那就别怪我了。这村长你不会当，有的是人当。关键还是太麻烦了，为了一套可有可无的房子，我还得花钱走关系，还得搭人情，太麻烦了。对，太麻烦了。他是有钱，但他不是冤大头啊！给村里放烟花，他乐意，不仅免费让大家看，还送呢，就是想让大家开开心心过个好年啊。那是1万响的鞭炮呢，我都舍不得买。小姑娘，你是叫佳佳对吧？佳佳说的对，咱是有钱又不是憨蛋，村里的房贷好，那也是村里的房，和人家大城市的能一样吗？你不给批，我还不盖了呢，凭什么受你的鸟气呀？怎么样，3两句话给你搞定，绝对让刘明豪和村长那俩老小子难受。好，你最棒了。敷衍。小陈哥哥有的是钱，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小陈哥哥年前刚在省城买了个800多万的大平层，那个中介还说这房子前2年都是卖1000多万的。800多万，这财力简直恐怖如斯啊！大城市的房子可以卖，甚至还能升值。咱们村的房子再好，能升值吗？所以呀，要我说，还不如多花个几百万买现成的。对哥哥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也省得热脸贴别人的冷屁股了。就是，还得是人家小陈看得长远。小陈他对象也明白事理，怪不得人家有钱，这媳妇一个个的也是精明人，能不发财呀？不是，不需要花钱，不用打点关系的。不是村长叔叔说的吗？要走关系，要用他的面子，还需要钱。那是他说我的，我可没说啊。君叔，你可能不太懂这里面的道道，也不懂我们公司的实力。陈哥，这都是顺手的事，1分钱都不用花，真的。小军啊，你这关系也不行啊，还是村长呢，还不如人家好好懂得多呢，差点就让小陈多花钱了。还得是现在的年轻人了，办事就是稳妥，怪不得咱村这么多年都没发展，还越来越差了，就是这带头的没带好。就是啊，君叔也是年纪大了，接到让填表统计，君叔回魂都不会弄，每次都是找这个找那个。他喵的，反正也赚不到钱，老子他喵不伺候了。小陈，我刚才忘了说了，我和旁边几个村的村长，还有街道上几个熟人，今晚还有个局呢，我先回去了。那行，我们送你吧。别玩手机了，走了，进去吧。老头，你看，我去，你把他车举报了啊，狠。那可不。切，什么有局啊？我看他就是没脸待下去了。就是，刚才我就想说了，他就是没坑到钱，恼羞成怒了。小陈啊，不知道你看没看出来，刚才刘强军那就是想坑你呢。就是啊，什么疏通关系，什么上下打的，他就是想把钱揣自己兜里。这几年村里有点什么工程，哪次没他的好处？他这是看你发财了，眼红，想把你当猪宰呢。真气笑了，这就是现实啊！当刘强军在的时候，一个个的也不放，现在开始连环炮了。哎，说起来还有不到1个月，村里就又要重新选举了吧？要我说，咱们干脆选小陈当村长好了。对啊，小陈有钱有本事，他当村长，咱们村肯定能富起来。别，我不行。那让你爸当，光明哥德高望重，当个村长绰绰有余。我可干不了那操心的活儿，我这人嘴笨，你们饶了我吧。反正不管咋说，刘强军肯定是不能要了。对，不能再让刘强军在上面站着茅坑不拉屎了，换人，必须换人。小陈呀，你见多识广，你觉得咱村谁合适？我倒是没什么意见，人都快认不全了，哪知道谁合适？不过刚才听浩子说，军叔连电脑都不会用，如果真是这样，那确实还是得找个年轻人。我觉得我可以。你可以个屁！这种关键时刻，谁他喵给老子打电话？妈，你打电话干啥？好啊，你和你爹真是翅膀硬了，敢瞒着我请客了是吧？我说怎么这么好心，让我大年初1的回娘家玩去，原来是你俩打算背着我败家啊！哎，你还真别说，还真有这么个人，大鹏啊！对，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大鹏确实合适，我和他还是同学呢。他今天来了吗？没来，他上2班倒的活，今晚正好是夜班，早上拜年的时候都没能赶回来。既然小陈也觉得姜志鹏好，那就选姜志鹏呗。大鹏这孩子行啊，人老实有文化，还是咱老姜家的人。最关键的是，他和小陈还是同学，从小一起长起来的。小陈这么优秀，他也肯定差不了。小陈啊，你现在赚钱呢，以后可得帮衬大鹏，好好管管咱村呢。就是，你们同学联手，咱们村肯定能富起来。这跟我可没关系啊，你们选谁是你们的事。不过大鹏确实是个实在人，大家只要别选那种只知道往自己兜里捞钱的就行了。不是，我就打个电话的功夫，你们就把下一届村长给选好了。各位叔叔伯伯、爷爷们，我也行啊，我也上过大学。耗子，你还小，而且你这大学是专科，人家大鹏是本科，大鹏还是党员，在学校就入党了。你是党员吗？我不是党员，可以入啊。你当党员是路边的大白菜啊，你想当就能当啊。你先好好表现，先让大鹏干着，等你再大点，成熟入了党，再当也不迟。秒都怪老妈，关键时刻给我打什么电话，吵什么架，村长都被他给吵没了。果然他就是扫把星。出大事了！军叔让帽子叔叔给抓走了。
啥？被抓了？咋回事？难道是贪污村里的补贴了？这狗日的，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不是，没那么邪乎，说是他回去的路上被交警抓了，交警看他车开得摇摇晃晃的，就让他靠边停车，结果这军叔吓得一脚油门就跑了，没管好，连人带车直接栽沟里去了。这人啊，就是不能造太多孽，你看看这就遭报应了吧？好歹也是一村之长，喝酒了还开车，交警检查就让他查呗，大不了就是扣分罚款。现在好了，车毁了吧？正说着把他扒下去呢，现在酒驾还逃逸，这下都不用等选举了，等着被双开吧。村干部不算干部吧，也会被双开吗？管他会不会被双开呢？国家不把他双开，咱就手动把他双开了，没区别。其实我觉得村长叔叔人虽然不咋地，但好歹也算是个人，咱们也不能这么落井下石。车毁了无所谓，正好保险公司赔一辆新车，人没事就行。真是识大体呀！人长得漂亮也就算了，心也好，还得是小陈找这媳妇，真不孬，真懂事。没有啦，我刚才忘了说了，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33天呀！我刚才忘了说了，他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哟，还有啥事呢？他为了省钱没买商业险，而且他是酒驾加逃逸，保险人家也不赔啊。这下好了，车白瞎了，还得自己掏钱修，搞不好还得报废。交警把他从车里拽出来，直接就给铐走了。你看，这就是报应，让他平时在村里横，这下遭雷劈了吧？刚才他装腔作势的，一杯杯的往肚子里灌，见到个好酒跟酒鬼投胎似的，这下好了，说不定得蹲个10天半个月的。10天半个月，他肯定够罪奸了，加上逃逸，等着吧，3年5年不带少的。哎呀，这真是太惨了，所以说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大家等会回去也要注意，尽量找没喝酒的捎回去，实在不行找代驾。随后一众长辈又围着江小成夸了半天，再等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江小成刚进屋，孙梦家便紧随其后，悄悄地将门锁上。老头，谁能想到啊，他自己还能在沟里去，保险还不赔，这下爽了，又得吊销驾照，又得罚款，又得蹲局子，赔死他个老王八蛋，让他老想着占你便宜。爹，检测到孙梦家维护宿主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2。孙梦家呀，你可真是太厉害了。夸我干嘛？这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纯该。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知道恰好有值班的交警？镇上距离村里又不远，万一交警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到家了咋办？嘿嘿，就是有早没早，打2竿子了。在航城的时候，我就专门蹲在酒店门口举报过，举报成功最高给1万呢，这还是我第一次举报成功呢。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非得走吗？这什么表情？难道是大姨妈要走了，马上就要和自己嘿嘿，反而焦虑了吗？总不能一直赖着不走吧，对你身体也不好啊。再说了，是谁整天吵着一天都等不了的？你怎么了？别哭啊！你不用装了，我都知道了。其实你不喜欢我可以直说，本来就是你花500块钱雇的我跟着你也算是见了世面，还崩了这么多钱，我已经够本了。你说的都是什么跟什么啊？我什么时候要赶你走了？你不是早就给我买好了机票，打算把我赶回航城了吗？你他喵观察的还真仔细，我偷偷给你买票都被你发现了，但不是想赶你走啊，我给你们都买了，你看这是我的，咱们一起去航城玩不好吗？之所以不告诉你们，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惊喜？我去你喵啊！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他喵的叫惊喜？就是我带你和小雪、韩寒去航城吃好吃的，玩好玩的，带你们衣锦还乡。你他喵管这叫惊喜？你是不是对惊喜这俩字有什么误解？你他喵这叫惊吓好不好？老娘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吓死爹了！我啥时候说不要你了？你别瞎赖啊！那你刚才问我什么时候走？我那是问你大姨妈什么时候走，你脑子有坑吗？咱俩哥那又搂又亲又抱的，正是孤男寡女。除了大姨妈，我还能问啥？你，谁他喵让你不说清楚的？害老娘流了这么多眼泪！他喵的，今天非得让你见识见识老娘的厉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明天接完组，我们就直接去省城齐州玩，晚上咱们就住那个800多万的大平层豪宅里。是不是要带我去做入职体检啊？滚！我靠，这声音绝对错不了，绝对是二婶那个傻逼！这大过年的又是和谁吵起来了？该不会是和自己老公儿子吵架了吧？大姐，你他喵也太八婆了吧！不就是吵架吗？这种事可太常见了，好吧？看给你兴奋的。吵架的这人是江小成二婶哦。我去，那还说啥了？赶紧去看热闹啊！哟，你不继续在屋里干活，跑出来干嘛？当然是来劝你的，我就知道你得去凑热闹。现在闹得正欢，你这时候去不是往枪口上撞吗？万一那个疯婆子拿刀砍你咋办？说清楚啊，和我有啥关系？顶多是你太优秀，让他们眼红了。而且请客打赌也是你让的，我顶多是多点了几个菜，多点了几瓶酒，多抽了几根而已。你那是多点了一点，还好意思说和你没关系？其实吧，核心的根源并不在我，也不是吃饭。那能是啥？事情的起因还要从你说二婶是扫把星开始说起。你记不记得你说过是他坏了老江家的风水，克老江家？我那就是随口一喷，谁知道他们那么迷信？随口一喷，你知不知道吃完饭你们去卫生间补妆的时候，江浩然和二叔还偷偷拉着我说什么了？
说的啥？二叔问我二婶是不是真的是扫把星，还问我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还说你旺夫。最关键的是问我你是不是大仙。我他喵就随便一说，还成大仙了？那你怎么说的？我就实话实说啊。你就应该他喵直接就说，我就是大仙，他就克你们老姜家能咋地？赚不赚钱另说，我就是看不惯他，想看他被扫地出门的样子。大过年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好歹也是小陈的二婶，当然是劝和不劝分了。你那是没见过那二婶可恶的时候，那嘴臭的跟粪坑一样，就该离婚。但小陈哥哥是识大体的人，当然不像我们这么小肚鸡肠，不掺和别人家是自然是最好的。又开始装好人了，绿茶味儿浓得快冒烟了。小陈哥哥，那你都劝他们了，为什么他们还吵架啊？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这人不会撒谎吧。他们说了3点，一个是二婶是扫把星，一个是孙梦家是大仙，这2点被我否了。但佳佳问我可是实实在在的，我可不能瞎说啊。你个浓眉大眼的老实人，怎么也他妈学坏了？听你这么说，肯定没少夸孙梦家，这分明是拱火啊！你夸他不就相当于往二婶身上浇油吗？你们这表情的干嘛？我说的就是不要封建迷信，二婶是个好女人啊，我有错吗？靠，太他喵刺激了，那更得去看了。我都不敢想象得有多刺激，还敢去？你是真不怕被打啊？别人我不知道，现在二婶肯定是想打你的心都有了。可是我也想看，怎么办？反正声音这么大，直接趴墙上听多好啊！实在不行，去南边的小菜园里听也行啊。也行吧。爸妈，随即一家人贴在墙上听了半天，同时外面二叔一家吵得不可开交。在众人大致听明白后，孙梦家却突然出声：“咱们要不去现场看看吧？我听着也有劝架的，人家怎么能去，咱们为啥就不能去？咱和别人一样嘛。要不我乔装改扮一下？要不这样，去现场肯定是很危险的，咱们去房顶看看吧，说不定还能解锁上帝视角呢。”闻言，三女眼神瞬间亮。很快，几分钟后，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出现在房顶上。此刻，江小晨扭头一看，竟发现其他屋顶上也都趴着不少人。好家伙，合着都是一群老六啊！快看快看，打起来了都！别打了，别打了，老二家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别挠他脸啊！大过年的，脸上挂了彩，出门走亲戚，多不好看，多晦气啊！要不是他先扇我，我能挠他？老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媳妇再不对也不能扇脸啊，往身上打，身上有衣裳，看不出。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34天。老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媳妇再不对也不能扇脸啊，往身上打，身上有衣裳，看不出来。这确定是来劝架的吗？耗子，你也是，咋能跟你妈吵呢？赶紧回屋去，把门关上，别听你妈骂街。咱是老爷们，不跟他一般见识。你进屋了，让你妈自己在院子里骂，骂累了，他就不骂了。让江浩然回屋，那不就是把他强行闭麦，让二婶对他单方面输出吗？本来心里就有气，被骂了还不能还口，连辩解都不行，搁谁能受得了啊？离婚，这日子没法过了。他就是个扫把星。老二啊，别冲动，离婚是大事。虽然大家都说他是扫把星，但万一不是呢？要不这样，明天你去找个大仙给破解破解。要是连大仙都说破解不了，你再离也不迟嘛。这不就是变相承认了二婶就是扫把星这个设定了吗？六，这哪是在劝架，分明是在递刀子啊！妈的，在这群顶级玩家面前，我这点茶艺根本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二婶，您在这边受苦了啊！就是我们不能再让她受这委屈，我们现在就把二婶接回娘家去。你再想把人接回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最少得出10万块的赔偿款，就当再娶一次。哼，二叔要是不给我跪着道歉，外加给钱，我绝对不可能再踏入老姜家一步。哼，你想得美！之前耗子就去找隔壁县有名的大师给看了，大师说了，这就是典型的扫把星入命，而且已经克了咱们家好多年了。真的假的？这大过年的都能闹成这样？大师说，如果再不送走，轻则破财，重则家破人亡。那大师给没给解决办法？我问了，大师说能倒是能，但不能保证100%成功，而且每年都得花8888做法事，平时还得请神供奉，稍微有点不敬就还得倒霉。我们家哪有那个钱啊？就没有一下子解决的，哪怕多花点呢，一下子花个3万2万的也行啊。要是有就好了，我也问了，我说花个5万8万的也行，结果人家说不行，看来必须离，这日子一天都过不下去了。哼，二婶，再让你作妖，这下看看是谁在老姜家待不下去。我改了，我听话了，别离婚，坚决不离婚。闻言，二叔不再理会，直接甩开他，带上江浩然就回家反锁大门，任凭二婶在外面如何哭喊都没用。就连娘家人听闻后都快速溜之大吉，甚至连门都不让他进。哎呀呀，爽呀！曾经在村里泼辣横行的二婶，现在彻底无家可归了。不管他了，走，请你们吃帝王蟹去，把那天没吃上的补回来。吃啥帝王蟹啊？那是冤大头才吃的。咱们去吃路边摊吧，我想吃炸串和臭豆腐了。就是，昨晚刚敲了江浩然一顿大餐，肚子里有水还没刮干净呢，没必要花那个冤枉钱。对，路边摊多香啊，又便宜又好吃。随后众人在夜市吃饱喝足后，便随便订了一家酒店休息。隔天一大早，江小晨就快速带3人来到了机场。一进机场，3姐妹瞬间好奇的四处张望。我靠，这也太高了吧！那个是啥？在地上走的电梯，能坐吗？老头，这也都太高级了吧！这都很正常，这机场在国内只能算一般的，等到了航程，那个机场比这大多了，也更高级。还是他喵有钱人会享受啊！行了，你们现在也算是有钱人了，别咋咋呼呼的，注意点身份。对哦，咱们也是有钱人啦。第一次坐飞机，怎么装作经常坐的样子？飞机上有免费的饭吗？能不能要2份？
坐飞机耳朵会嗡嗡响吗？在线等，挺急的。不用搜，等你们坐过飞机，自然就知道了。大不了今天开始出门，咱们都坐飞机，让你们迅速变成经常坐飞机的人，到时候去给别人回答问题。我去，太他喵好了！喵的，这就是有钱人吗？太他喵帅了吧！听说起飞的时候耳朵会嗡嗡响，会不会聋了？听说有免费的饭呢。闻言，江小晨笑着一一将其解答。很快，众人抵达航城，刚出机场还不等三姐妹缓口气，便被江小晨一把拽上出租车。师傅，去衢州。去衢州干嘛？咱们去衢州玩多好啊！我在航城工作了这么多年，这破地方有啥好玩的？咱们这次是出来旅游的，当然要去好玩的地方了。今天先去衢州，听说那边的鸭头特别好吃，必须去当地尝尝。在衢州玩几天，再去隔壁的上饶。过年的时候还有各种民俗表演，可热闹了。那去就去呗。哼，怪不得江小晨大过年的突然要来杭城，或许杭城是假的，去佳佳老家才是真的吧？衢州好像是佳佳的老家哎。是吗？之前一直没听你们说过啊。那这不是正好吗？还能顺路让佳佳回家看看。别，我可不回家。喵的，这地方我可太熟了。走走走，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米线做的特别地道，那味道绝了。不是说吃鸭头吗？哼，你是导游，我是导游，你是本地人，我是本地人啊。到了这儿，是龙你给我盘着，是虎你给我握着，今天必须听老娘的。好好好，都听你的，你可是坐地虎了，肯定比我们有经验啊。这还差不多，不要质疑老娘的专业性。就这，在我们那比随便推开一家粉店进去都比这好吃的多了。关键是人家便宜啊，9块还便宜，就这配置，在我们那只能卖7块，好不好啊？5块钱的自助餐听过吗？3块钱的烧鸭粉你听过吗？还跟我们比便宜，我们那最不缺的就是便宜。好啊，那行程临时改变，吃完了佳佳老家，我们就去你们老家，必须对比一下你们两家到底哪个更好吃更便宜。不对劲，10分只有12分的不对劲啊！行程这就变了，你该不会不光是冲着佳佳来的，也他妈冲我来的吧？跟你们商量个事呗。咋了，老头？我看网上有个段子挺火的，说是挑战200块钱体验精神小妹的一天，我觉得挺有意思，要不你们也带我体验体验？哎呦，这玩意好啊，老头还是你有眼光哈，没问题。今天姐就带你好好玩玩，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自由自在。带我一个，这题我会啊。200块会不会太多了？在老家给我50块，我能玩3天3夜。既然是挑战，那就得有规矩。咱们说好了，时限是1天，咱们4个人只能花这200块钱，吃喝玩乐全包在里面。放心吧，老头，都落到我们手里了，还想过你那些穷奢极欲的生活，门儿都没有。今天我们就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分币不花，玩一整天。不是200块吗？怎么成分币不花了？钱进了我们口袋，你还想花出去？走，姐妹们，带大少爷好好开开眼。那咱们接下来去哪？走着太累了，我寻思要不咱们打个车。操，你他喵还想打车？打什么车？你这人怎么这么奢侈呢？起步价都够买2杯蜜雪冰城了。爹，检测到孙梦佳为宿主省钱，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6。久违的美妙提示音，这才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啊！不然傻系统还是爱我的。你见过几个精神小妹出门就打车的？能蹭精神小伙的车就蹭，蹭不到的话，能骑车就绝不打车，能走着就绝不骑车。合着这半天就纯的走着呗。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35天，合着这半天就纯的走着呗。这有什么的？之前我们为了看演唱会还走过30公里呢。单程嘛？当然，看完演唱会以后崩了个老头，打车回去的。牛，所以就在市区这几步路算什么？正好走走路，逛一逛，消消食，对身体好。爹，检测到王雨涵关心宿主身体，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7。看在真心值的份上，这几步路算什么？我走。你们吃不吃糖葫芦啊？打车不行，吃糖葫芦就可以。关键这玩意也不好吃啊！好吃，没吃过好吃的就别瞎说。不是，这东西都是我小时候吃腻了的。家里有一棵山楂树，小时候吃的，我到现在想起糖葫芦来都冒酸水，倒牙。你们吃吧，我不吃，我减肥，不能吃甜的。别理他，他不爱吃拉倒，咱们吃，走走走。老板，你这不对吧？糖葫芦不都是3块钱1串，5块钱2串吗？而且你这奶皮子糖葫芦一共才4颗草莓，就要30，嫌贵。你爱买不买？就我这草莓奶皮子糖葫芦，多少人排队想买还买不到呢？有便宜的，你买便宜的去，买我的干啥？喵的，买你东西是给你脸了，他喵的给脸不要脸是吧？说你贵咋了？你卖的贵还不让人说了？你他喵出来卖的还不让人说了？就是啊，商场里面的才卖多少钱？你一个路边摊敢要30，3颗山楂的敢要5块，你他喵没见过钱是吧？看你是摆地摊的，风吹日晒挺可怜才来买你的，你合着跟谁装大爷呢？爹，检测到孙梦佳、赵雪、王雨涵维护宿主，真心值+3，当前真心值10。喵的，你说谁吃不起？老娘手里好几万块钱呢，吃得起不代表就要被你这个奸商扣。小雪，你手机里有没有老头可以帮？我都删了。喵的，我也删了。就知道你俩靠不住，关键时刻还得看老娘的吧。哥哥，我和几个小姐妹逛街，特别想吃这个摊子上的奶皮子草莓糖葫芦，可是老板卖50块钱1串呢，还骂我们穷，我们钱不够了，哥哥能给我们买几串吗？
请你和小姐妹们吃好点。你什么时候回杭城啊？一起吃个饭啊？看见没，买糖葫芦的钱。哎呦，几位美女，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们想要什么样的随便挑，我给你们算便宜点。姐姐，你这气球多少钱一个啊？我们全包了多少钱？老娘买谁的都不买你的，奸商！我们今天说好的体验精神小妹的一天，你们这转头就花了300，没必要和那个卖糖葫芦的置气啊，买一堆没用的气球，图啥啊？谁说花300了？你给的那200块钱预算，我们都一分了吗？刚才那是我凭本事从别的老头那帮来的外援，根本不算在预算里，好不好？喝奶茶吗？给你暖暖身子。丁，检测到王雨涵关心宿主身体，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11。算了，不用了，天不早了，开个房，早点休息。开什么房？你脑子里怎么一天到晚就想着那种事呢？不是，大姐，这都几点了？我们今天一大早就起来去机场，又是坐飞机，又是坐高铁，还走了这么长时间，找个酒店不是很正常啊？该不会是你想多了吧？你想多了，我是单纯怕花钱。我们现在的预算才多少？更何况现在才几点，夜生活他喵的都还没开始呢。这大晚上的还有啥玩的？当然是去酒吧喝酒啦！走走走，我带你们去衢州最好玩的酒吧。200多块钱去酒吧能干啥？你别忘了，哪怕丰德钱也只剩下200多了，一个人的门票都多少钱了？去酒吧还用得着花钱吗？谁家好人去酒吧还得花钱啊？谁家好人去酒吧不花钱啊？放心，绝对不让你掏1分钱，还能让你喝得爽，玩得爽。这地方看起来消费可不低啊，咱手里那200块钱经费够买杯白开水吗？一看你就是好学生，放心吧，我早就联系好这儿的营销经理了。今晚老娘带你玩个痛快，而且分币不花。来酒吧不就是为了喝酒蹦迪的吗？还要干啥？你可真是个傻的。酒吧的讲究可多了，还有的酒吧普台直接免费坐，甚至还送果盘和酒。酒吧要的是流水，咱们这种一女多男或者多女一男的高颜值组合，那就是酒吧天然的气氛组。营销经理为了留住你这只大肥羊，不仅免门票，还可以倒贴酒水送卡座。一定要记住，不管营销说什么，1瓶酒都不要额外买。我跟你说，这破地方其实瓶子里装的全是一个尿性的玩意，谁买谁是大冤种。行吧。本来打算开房等3个疯丫头睡熟后，自己偷偷溜出去，花钱雇几个人，或亲自去孙梦家父母家附近踩点的。结果倒好，现在偷家计划破产不说，连真心值都刷不了了。走啊，老头，去舞池。紧接着蓝猫一把将江小晨薅到舞池中，3女就这样围着江小晨跳舞，最终一直到半夜，江小晨才终于从酒吧中挣脱出来。几位姑奶奶，这下总能去睡觉了吧？睡肯定是要睡的，但就这几天，咱们也不值当去租个房子啊，押一付一的，那可是一大笔钱。大姐，咱们这是挑战200块钱，体验精神小妹的一天，又不是真的要破产流落街头了。要不住宿钱就不算那200块里了，我私人赞助，行不行？肯定不行啊，破坏规则，那还叫什么挑战？不是，咋这么双标？买气球崩那老头的300块算啥？你他喵还挺会给自己找借口啊！那是涵涵崩的，算他自己的，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不是，你们刚才在酒吧里疯狂扭，都把我给整饿了，你总得让我吃饱饭，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我觉得可以，小陈今天很累了，折腾一天是得好好休息休息了。爹，检测到赵雪关心宿主身体健康，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12。擦，小妮子他喵挺会盘算啊，他的什么算盘老娘还不知道吗？想得美！哎呀，老头年纪大了，连跳舞咱都不通宵，你还想让他去哪通宵？你这人怎么一点都不关心老头的身体呢？爹，检测到王雨涵关心宿主身体健康，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13。合着你们仨同眠了，我他喵去床底了是吧？我不该在车里，应该在车底。喵的，今晚就去网吧蹭沙发，谁他喵反对都不行。好，是我不遵守规则，咱们一起去网吧。随即众人来到网吧，3姐妹直接找个角落的椅子就躺下。见状，江小晨也只能无语的去躺到了孙梦家身边，就这样一夜过去。喂，醒醒，别在这睡了，我们要打扫卫生了，脚抬一下。哎呀，这身体是真不行了，睡得腰酸背痛。老头，尝尝，这可是我们衢州的灵魂特色，你在外面那些大饭店里绝对吃不到这个味儿。佳佳，咱们吃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小吃，最出名的那个衢州鸭头呢？怎么走了一路都没见你买？操，你他喵怎么就对鸭头这么情有独钟，忘不了了是吧？就是啊，佳佳，我们也喜欢吃鸭头啊，都来到衢州了，就想吃一口最正宗的衢州鸭头，咱也得尝尝什么味嘛。行，带你们去吃还不行吗？真是服了你们这帮吃货了。到了，就是这了。对了，给顺手买的口罩，想戴上吧。有这好东西，你他喵不早拿出来！这家店正不正宗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这是我记忆里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好吃。但你们不一定觉得好吃哈。走吧，咱们去尝尝。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36天。妈，我就要吃鸭头，还有鸭翅和鸭掌。咱买只烧鸡不好吗？前面路口那家烧鸡今天打折呢。我就不吃烧鸡，烧鸡一点都不好吃，我就要吃3头1掌。唉，好，买，不生气啊，妈给你买还不行吗？老板拿4个鸭头，再要2个鸭翅和鸭掌，挑肉多的。佳佳，
都怪你，老娘就说不吃那玩意，你他喵非要吃，他喵的傻叉玩意！怎么了这是？好端端的怎么还哭上了？你该不会是刚才那几家小吃吃太多，走到这看见丫头想吐了吧？嘘，刚才在那的摊位买东西的中年女人，好像是孙梦家的妈妈。没事的，哭出来就好了，天塌下来都有我呢。刚才那个买东西的女人就是我亲妈，那个小胖子是她后来生的儿子。凭什么那个胖子随便闹一闹，他就能毫不犹豫的买最贵的？凭什么我小时候吃个2块钱的鸭头都是一种奢望？去他喵的200块钱挑战，择日不如撞日。老天爷既然安排在今天撞上了，那还等什么？别哭了，今天老头带你去装逼。疯子，抽奖现在立刻马上！第一，恭喜宿主获得专项创业投资基金500万元，注该资金仅限用于宿主本人、大禹及家人的投资及创业消费，资金有效期为24小时，过期自动作废，且不可提现。在听完系统音后，江小晨瞬间有了计划，随即便凑近孙梦家耳边交代了几句。孙梦家重重的点了点头，之后众人就再次回到了卤味店。老板，你这家店卖吗？怎么你要买啊？对呀。去，别捣乱！大过年的，这我是不是没看见我还开着门呢吗？我的意思不是要盘下这间店面，而是打算收购你，或者给你注资。啥意思？听不懂。我女朋友说她从小就吃你家的鸭头，但除了衢州，别的地方都吃不到这种记忆的味道，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干脆出钱收购你，在别的地方开店。去！你小子大过年的跑这来耍我呢吧？你当我没看过电视啊？年纪轻轻学人家当霸道总裁，你短剧看多了吧？还是打算拍段子？这项投藏哪了？老板，我是真要收购。老板，你这生意也越来越不好了，好不容易有个人想接手，你就谈谈呗，说不定是真的呢。我这生意好着呢，现在是大环境不好，我不好干，别人更不好干。我这破烂小店一天也卖不了几个钱，有什么好收购的？你要拍段子找别人耍去，别找我。小宝，你可千万不要向这个叔叔学，满嘴大话，要好好学习才有丫头吃，知道不？老板，你仔细看看，还认不认识我了？怎么会不认识？你好久没来我这里吃鸭头了，去外地上学了，好久没见，长得这么漂亮了，刚才你进门我都没认出来。佳佳，老板，我男朋友好心要给你投资，你还说他讲大话，耽误你做生意。我男朋友真的超有钱的。老板，我这人不喜欢墨迹，所以直说了，我对鸭头店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架不住我女朋友喜欢吃，我以后想让她随时都能吃到，所以我有2个方案。忍住，不能哭，不能让他看我笑话，必须表现得新颖一点。第一个方案是给你20万现金，买断你的牌子和配方，你拿了钱后还能继续在这里做生意，但你只有使用权，这牌子的商标和配方的所有权归我女朋友孙梦家所有。那第2个方案呢？第2个方案就是我先给你投100万，你再开2家分店试试水，如果能做起来，咱们就继续按比例分红；如果做不起来，就当啥也没发生过，反正亏了算我的。100万啊，这可是100万啊！如果你选第1个，咱们现在就可以转账；第2个，你怕我是骗子的话，那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旁边找个律师签合同，只要字一签，100万我立马给你转账。这声音，这语气，再加上这长相，错不了，绝对错不了，这绝对是自己女儿。佳佳，真的是你啊，佳佳，你不认识妈妈了吗？前2天妈妈还给你打过电话啊。妈妈，她是谁呀？你不是我妈妈吗？为什么说是她妈妈？你不要我了吗？操，老娘竟然差点破防了，他喵的，看来老娘也是感性中人嘛。你谁啊，大妈？咋在这乱套近乎呢？别只听到叫佳佳的就乱认人好吗？佳佳，你疯了！我是你亲妈啊！你这人怎么回事？想碰瓷想疯了吧？我女朋友妈妈早在她很小就去世了，你大过年的在这冒充她先世的妈妈，很不尊重人，知道吗？不可能啊，这明明就是自己女儿啊！难道真的是自己认错了？天下真有这么相像的人吗？也是，孙梦家怎么可能找得到这种大老板男朋友呢？不好意思啊，老板，是我认错了。我之前有个大女儿也叫佳佳，长得和这位美女很像，误会了，抱歉。是吗？这么巧啊？那可真是有缘呢。不过我很好奇，亲生母亲怎么会连女儿都认错呢？不好意思哈，我女朋友不太会说话，您多谅解。这是您儿子吧？真可爱，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叔叔请客。也对，毕竟是亲生母亲，哪怕是不在一个国家，也不可能不认识自己亲生女儿啊。现在手机多方便啊，随时都能打视频电话。别看了，回家。我不走。那个叔叔刚才都说了他请客，凭什么不让我吃？我就要吃。吃什么吃？买了这么多还不够，整天就知道喝奶茶吃零食。你买的根本不够吃的，我就要吃鸭掌，我还要吃兔头。叔叔说的请客我要吃，我不回家。唉，行，买都给你买还不行吗？快起来，别在这丢人了。大姐怎么能这么吼孩子呢？小孩子喜欢吃就让他吃点呗。行了，起来吧，叔叔已经给老板赚了2000块钱，你随便拿随便挑。2000块钱啊！这破店一天累死累活也就卖几百块，一下就把自己2、3天的业绩都给干出来了。哎呦，大老板，这怎么好意思呢？小孩子不懂事瞎闹，您这破费的太多了，真不能要您的。人家大老板有钱，说请客就是请客，大妹子你就让孩子吃呗。
对了，大姐，你刚才说认错人了，你女儿现在什么情况啊？听你刚才的意思，她好像不在你身边。哎，别提了，他爸是个不务正业的烂赌鬼。后来我离了婚，法院判给了他爸。这死丫头也是个白眼狼，这几年跟着一群小太妹鬼混，过年都不说来看看我这个当妈的。听说前段时间还去外地找了个老男人。那还真是挺可惜的。大姐，聊了半天还没请教你女儿，她全名叫什么啊？跟着他那个没出息的爹，姓孙，叫孙梦佳。不是吧，我女朋友的全名也叫孙梦佳啊。你是佳佳，你就是佳佳，你不认识妈妈了吗？前2年咱们还见过的。哼。亲生女儿站在面前，说了半天话都认不出来。现在看人家砸钱，你倒是想起前2年见过了。大婶，你穷疯了吧？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头一回听到为赚钱跑来乱认女儿的。你一再的胡乱攀亲戚，真当我是软柿子？行啊，你既然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女儿，那你知道你女儿的生日是哪天吗？农历3月初8。你记得这么清楚，那你一定每年都给你女儿过生日吧？我和他爸离婚离得早，那时候条件不好。再说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过什么生日啊？那不都是瞎花钱吗？小朋友，那你这么乖，你妈妈每年给你过生日，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37天。小朋友，那你这么乖，你妈妈每年给你过生日吗？哇，每年都过，有大蛋糕。去年我过生日，我妈还给我送了一个超大的迪迦奥特曼，有这么大呢。那不是那时候没钱吗？没钱就说没钱，扯什么？不需要过生日啊！合着按你的逻辑，只有等你嘎了，他才能正大光明的过个生日是吧？我靠，老头这战斗力爆表了啊！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我给不给我女儿过生日，关你什么事？当然关我的事，她是我女朋友，你非要死皮赖脸的说我女朋友是你女儿，这不是你自找的吗？不行，这如果真是自己女儿，那她现在找了这么有钱的大老板，要是把人得罪死了，这不是把暴富的机会亲手往外推吗？事到如今，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你肯定就是佳佳，对不对？妈妈生了你，怎么可能认错呢？哼，我的全名的确叫孙梦佳，没错，但那又怎样？这个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而且这位大妈，你刚才自己也说了，你女儿是天天在社会上鬼混的精神小妹，你觉得我像吗？这气质确实不像那个没人管的小混子，难道真认错了？你们这种底层人的心思啊，我最了解了。听风是风，听雨是雨，看见别人有钱就想方设法的往上贴，连认女儿这种荒唐的借口都能找得出来。我不是，我真不是为了钱。你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不是还在怪妈妈，所以故意不认妈妈了？闭嘴吧你就不是我妈妈，我妈妈早就嘎了，你让我认什么认？行了，这位大姐，我女朋友从小就没妈妈，这些年吃了不少苦，我一直希望能帮她找回一个完整的家。我刚才甚至在想，既然你们这么有缘分，要是让她认你当个干妈，其实也挺好的。哎呦，这感情好啊，江总您真是个大善人，佳佳能跟着您那是她的福气，我也觉得我和佳佳有缘。但是既然你不图钱，只是为了认回女儿，那你现在就把这10几年欠下的抚养费，按照衢州当年的最低生活标准算一下，当着大家的面直接转给孙梦佳好了，怎么样？老头说的太对了，大婶，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你是我亲生妈妈，那你先把这些年欠我的抚养费结了吧。什么抚养费？哪有什么抚养费？大婶啊，你连抚养费都不知道，那就说明你之前从来没给过啊。说白了，就是你离婚不养孩子了，但需要给钱。你作为母亲，每个月难道不应该给抚养费吗？我给了，我怎么没给？屁，我怎么1分钱都没见过？你给谁了？烧给阎王爷了吗？你要是真给了，那你肯定不是我妈，因为我妈早就没了。如果你现在非要说你是我妈，那你就必须把这些年的抚养费给我才行。阿姨，只要钱到账，我马上叫你一声妈。你太狠了，自己都没要钱呢，他俩张嘴就要抚养费。不过只要认下了这层关系，说不定自己以后就跟着飞黄腾达呢。那抚养费要多少钱？咱们就按最低标准，1个月1000块不过分吧，1年就是12000，给你打个折，算1年1万，就给你算12年的抚养费吧，一共12万，转账吧，大姐。什么抢钱啊？好啊，我就说哪里不对劲，弄了半天原来是个骗子。孙梦佳，你和你那个烂赌鬼老爹真是好父女啊，一个烂赌，一个诈骗。放你喵的狗屁！陈美娟，你他喵少血口喷人！不知道从哪找来个小白脸，在这跟我演双簧呢是吧？我说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人，原来是在演戏啊！现在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我还真以为你找了个有钱人，我呸，穷疯了吧你们，还敢来诈骗老娘！淡定，没必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不过是个眼界狭隘、胡搅蛮缠的家庭主妇而已，跟他置气太掉价了。哼，还在这装呢，一身穷酸样，装什么大老板？有种你拿100万出来啊！怕不是兜里连1万块都没有吧？说不定刚才那2000都是借的钱呢！骗子，一帮骗子！此刻由于陈美娟的破口大骂，导致引来了不少的吃瓜群众，就连卤味店老板都拿出手机开始津津有味的拍摄，俩姐妹也没闲着，迅速给粉毛拨去了视频通话。你他喵的不给孩子抚养费还有理了，他喵就会赖到你丈夫头上，也不他喵想想他为什么赌，赚了钱他喵立刻就被你买衣服买东西花了，就他喵你不仅攒不下钱，还欠钱，傻叉东西，整天就知道怨这个怨那个。丁，检测到孙梦佳极力维护宿主名誉，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4。还他喵说我们骗你啥了？你他喵自己凑上来说是我妈，我妈他喵要是你这样的，不就是为了我老头的钱吗？现在知道骗不到了，就直接开喷，我他喵让你知道谁他喵才是骂人的祖宗。
好了，我都说了别和他一般见识，不理他就行了，没必要骂人。哇塞，老头，你他妈是真腹黑啊！佳佳都快把他祖宗18代骂完一轮了，你才站出来，你这架拉的也太偏了吧！哼，你个骗子，还想吓唬我？老板，戏看够了没？讲好了吗？是选20万卖配方，还是拿100万投资开分店？那个小伙子，我选第一个20万。各位街坊邻居，大家今天都在这里做个见证，我现在就直接给这位老板转20万过去，收了钱，他这配方以及店铺商标就正式转让给我女朋友了。老头，你疯了！没必要为了我真花这个冤枉钱。他家这丫头也没比别人家好吃到哪去，根本不值20万。丁，检测到孙梦佳为宿主省钱，真心值+1，当前真心值5。傻丫头，这怎么能叫冤枉钱呢？只要是你喜欢的，那就是无价之宝。买下了配方，这样咱们离开了衢州，也能吃到你记忆中的味道了。到了，真到了！哎呦，小伙子，你可真是我的活财神哟！我靠，真给啊！一个破熟食店的卤水配方卖了20万，疯了吧？老板啊，我家的3头1掌比他家好吃多了，我不要20万，10万就行。不好意思，您家的口味或许确实比这家好很多，但我女朋友就喜欢吃这一家。5万也行啊，3万可以吗？老板您开个价，只要您开价，不管多少我都卖，不为赚钱，就为了交您这个朋友。那个，我刚才有眼不识泰山，有点保守了，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我想选第二个20万，我不要了，您给我投资100万开分店行不行？这位大婶，现在相信我不是在骗你了吧？我知道了，你们是合伙在演戏，说的好听，什么大老板都是假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你们就是为了骗我那12万的抚养费，骗子都是骗子。放屁！你说谁是骗子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我以前压根就不认识这位老板啊，人家的钱是真真切切转到我卡里了。哼，你就装吧你，等会儿人都散了，你肯定就把钱退给他了。我不跟你们这帮骗子掰扯，你赶紧把刚才2000块钱东西都给我打包，我带着我儿子回家了，我要让你们赔了夫人又折兵。老板，别给他装了，既然这位大婶说我是骗子，那我还送他吃的干嘛？万一吃坏了肚子再来讹咱们怎么办？好嘞，老板，您说的太对了，我就算把肉给流浪狗吃，也不给那些满嘴喷粪的人吃。你凭什么不给我装？刚才可是说好了请我儿子的。好啊，你们见骗不到我的钱，连口鸭肉都舍不得了，一群穷酸的骗子！我去你喵的，你还敢反咬？他喵的，这是刚才挨骂还没挨够。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38天。我去你喵的，你还敢反咬？他喵的，这是刚才挨骂还没挨够啊！行了，和这种人没必要生气，可不能随便让他分来分去啊！这么多人录着呢，万一传扬出去，对他的名声不好。大家伙刚才也都听见了，我们一直都在说不认识他，是他自己像个狗皮膏药一样贴上来。这种人为了钱，还有什么谎话是他编不出来的？各位街坊邻居，我老李可以在这做担保，人家大老板是专门来买我配方的，和这个女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这有监控，我说的句句属实，要是有一句假话，天打5雷轰。一看这女人就不像好人，就是撒泼耍赖样样精通，人家不给他钱，他就说人家是骗子，真是无耻啊！我认错人了不行吗？天底下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不管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你们刚才张嘴就要12万抚养费的事实，你们就是想骗钱。呵呵，你就是太无耻了！如果你不说你是我女朋友的妈妈，我们会闲得没事朝你要抚养费吗？这话说的没毛病，要不是你想攀高枝，人家怎么可能找你要抚养费啊？有些人啊，就是贪得无厌，幸亏人家大老板脑子好使，冒充人家亲妈也就算了，人家拆穿你了还不跑，真是没脸没皮呀！说得对，一天孩子没养过，精神损失费就不要你得了，缺失的母爱也不让你赔了还不知足，抚养费你还想赖？秀啊，老头这一手牛掰啊，这不比喷他几句爽？尤其是看陈美娟吃了屎一样的表情，感觉乳腺都通了。如果你不是他妈，那你就是骗子；如果你真的是他妈，那你更是罪大恶极。几十年不管，现在突然冒出来，难道是听说他现在日子好过了，打算让他尽孝了？你这算盘打的可真精啊！这种人简直就是人渣！人渣！15年的时间，如果你真是他亲妈，我替他要这12万的抚养费，多吗？不多，一点都不多。不多。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也太不要脸了吧！自己不管孩子，看人家找了有钱男朋友就想来占便宜，什么东西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女儿真的和她一模一样，名字也一样，我还有她电话呢。你们不信，我给她打个电话，你们就知道了。哼，喂，你好，哪位？真是你？什么叫真是我假是我？我还要问你是怎么有我电话的呢？佳佳，你真的是佳佳，你就是我女儿。你还没说你是怎么拿到我电话的？这是过年的时候你爸给我的，让我劝你回家的。也就是说，你之前根本就没我的电话。哼，我一直以为我妈已经没了呢，没想到还活着。难道我这么多年在街角见到的熟悉人影都不是我的幻觉？真的是你啊？对呀，就是妈妈。那你很多次都看见我了，为什么没有认出我？我当然认出你来了，哪有当妈的认不出自己的女儿啊？那为什么一个招呼都不打？我是被你爸爸伤透了，怕再和你爸产生联系。你也知道，你爸就是个烂赌鬼。
你也知道他爸就是个赌鬼，那你还忍心把一个几岁的小女孩交给一个烂赌鬼，甚至这么多年了都不闻不问？没想到这女人真是他亲妈，啧，还有亲妈认不出来自己闺女的。没听说嘛，这亲妈就知道自己，人家有了自己的儿子，谁还管闺女啊？这么多年了都不管，听说找了有钱的就立马凑上来了，要我也不认这样的吗？你们都别听他瞎说，他都是装的，他知道我还活着，而且再早的时候我们也见过几面，每次不是要吃的就是要钱，我实在是被他给整怕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我也不想和你掰扯这些，退一万步讲，哪怕你说的都是真的，就能掩盖你不是一个合格妈妈的事实了。你说了这么多，但唯独没问他这么多年过得好不好。你说你爱你女儿，可你见到她连认都认不出来，而她却能通过一个侧脸就认出你。我的确一进门就认出，但我就是不想认你。在我眼里，你早死了。你说你怕我跟你要钱，可你想没想过，小时候我爸赌博没钱，我是真的会饿着。我难道连一包方便面、一个包子都不值吗？他跟我说过，说以前连饭都吃不上，一个丫头就是最美味的东西了。我承认我爸是个烂人，可他起码让我活着长大了。你呢？他就是打牌赌博，家里的钱也是他赚的，不是你。你他喵从结婚到现在一分钱没赚过的垃圾，还好意思说别人要你的钱？这种熊娘们，谁摊上谁倒霉。靠！我早就看他不像个好人。不好意思各位，大过年的让大伙看笑话了。老板，把那2000块钱的肉全部分给大家伙尝尝吧。如果钱不够，我再补。饮料也随便拿，今天全算我的。哎呦，谢谢大老板，大老板大气。这才是真正的大老板啊！人家这格局哪是那个穷酸泼妇能比的？佳佳，你尝尝看看，还是不是以前你记忆里的味道？老板，你这味道怎么变了？哎呦，我的姑奶奶，贴地良心啊！我这味道绝对没变，我在这个菜市场干了10几年了，一直就是这个配方这个味儿。是啊，丫头，老李家就是这个味儿，我在这摆摊经常吃，错不了。那不对啊，我以前一直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怎么现在吃起来感觉没那么好吃了？傻丫头，你以前觉得它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是因为那时候它承载了你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渴望，你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终于吃到肉的快乐。那怎么办啊，老头？你都花了20万把这配方买下来了，早知道它没那么好吃，我就该先尝一个再让你掏钱的。坏了，这丫头不会是心疼钱，冲着我来的吧？这大老板该不会要反悔退钱吧？不白花，你想吃的不是这个丫头本身，而是童年那种一吃到嘴里就觉得极其惊艳、极其幸福的感觉。老板，我再给你转20万。不是，我没听错吧？不仅不要回去，还要多给我转，难道是脑袋吃出问题来了？你拿这20万当研发资金，去把市面上所有出名好吃的鸭货全都买回来吃一遍。总之就是取长补短，根据我女朋友现在的口味重新调整配方。老板您放心，为了老板娘的快乐，我肯定好好干。好家伙，为了让女朋友吃个鸭头，这又甩出20万了。哎呦，这才是大老板的格局啊！找到个这么好的男朋友，这小姑娘也算是苦尽甘来了。那娘们还说人家是骗子，骗子能随随便便掏40万啊？怎么又转了20万？能随随便便拿出40万的人，难道孙梦家真的找到个富豪？哎呦，我想起来了，你该不会是某抖上那个花500万放烟花的土豪吧？只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罢了。过年嘛，随便放几个烟花添个响，不值一提。我靠，找到了，真的是他，还写着名字呢。真的假的？该不会是 P 的吧？或者是 AI 合成的？你们动脑子想想，哪个正经的有钱大老板会花500万在天上打牛逼这2个字啊？多掉价啊！假你个头啊！假！你瞎了吗？这是人家武川观察官方账号发的新闻，人家官方大过年的闲着没事给你 P 图玩啊！老天爷啊！500万就为了贴个响的大人物，自己跟着他混能错得了？我竟然拒绝了这种人开饭店的提议，真恨不得现在就抽自己俩大嘴巴子啊！佳佳，我的好女儿啊，你有钱了，过上好日子了，怎么也不跟妈妈说一声啊？你把妈妈瞒得好苦。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39天。佳佳，我的好女儿啊，你有钱了，过上好日子了，怎么也不跟妈妈说一声啊？你把妈妈瞒得好苦啊！他喵的，你他喵也有今天！不是说老娘是骗子吗？你再说啊，刚才的傲气呢？知道老娘有钱了，就说我是你好女儿了，真是够可笑的啊！佳佳，你原谅妈妈刚才的胡言乱语好不好？妈妈那都是在试探你，妈妈怎么可能认不出你呢？收起你这套令人作呕的样子吧，你的这副嘴脸真让人恶心啊！佳佳，你原谅妈妈好不好？妈妈真的知道错了，妈妈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阿姨，别演了，眼泪挺难挤的吧？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以后在大街上碰见，就当不认识吧，我嫌恶心。大婶，既然你把算盘打得这么响，那咱们就公事公办。过完年，我还会让我的私人律师联系你，那12万的抚养费，你一分不少的给我吐出来，拿不出来，那咱们就法庭见。不要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是佳佳的亲妈啊，你们不能这么对我。佳佳、小雪、韩寒，我们走。这种人根本不配当妈。都这个时候了还在骗，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都说虎毒不食子，天底下怎么能有这种人？不行，不行，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走了。妈妈，你要去哪儿？你是我妈妈，怎么能说你是他妈妈呢？你不许走，我要你回家给我做肉吃。
滚开！别拉着我，都怪你，还有你那个没用的爹。如果不是嫁给了那个窝囊废，我用得着连我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敢认吗？要不是你们拖累我，我现在就是大老板的丈母娘了。都是你们害了我！妈妈打我，我要告诉我爸。他怎么这么肥，这都甩不开？他喵的，我怎么就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来呢？不行，必须联系他那个赌鬼老爹。他不管自己，总得管他亲爹吧。老头，你太牛了！你怎么那么会气人啊？我他喵爱死你了！不行，今天太高兴了，走，喝酒去。现在还不是喝酒的时候。咋了？你累了？是不是昨晚和小雪钻厕所了？这他喵都什么虎狼之词啊！既然在你妈面前都装过了，而且效果这么好，那咱们为什么不再去你爸面前转一圈，让他好好看看你现在到底有多厉害？人前显圣谁不爱啊？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我现在好歹也算是帮上大款了。喵的，烂赌鬼，还他喵想把老娘卖给债主！我呸！今天非得让你看看老娘的厉害不行！心动了吧？那咱们现在就立马出发。等等，你他喵脑子有坑是不是？怎么了？你还装？喵的，为了在那个烂女人面前装，你可是整整花了40万啊！你就是把她宰了按斤称，就是把她卖到非洲当奴隶，也他喵不值40万啊！4块钱一杯的柠檬水都能买10万杯，整整10万杯啊！你他喵是不是傻？这是能买多少杯柠檬水的事儿吗？40万啊，在小城能直接开一家蜜雪了，明明能开一家蜜雪赚钱，结果你拿去买一个破烂丫头店配方，你这都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了，你这是扔了金条捡芝麻。你听见没？能开家店了的，我的蜜雪店啊！就是啊，老头，你这也太败家了！明明你手机里有那个500万烟花秀视频，直接把手机甩老太婆脸上就行，那老太婆一样得跪下叫爸爸，干嘛非要多花那40万真金白银？你是不是傻？检测到孙梦佳、赵雪、王雨涵为宿主省钱，真心值加3，当前真心值8。烟花视频那是虚的，我是真心要让你知道，曾经你吃不起的东西，现在只要你想要，我连锅带电都能给你端过来。老头，你咋这么好呢？我他喵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要不咱们现在就去？现在的重点不是去，而是趁热打铁去找你爸。还真要去炫富啊？当然了，不仅是为了给你出一口恶气，我之所以收购那个李师傅的品牌和配方，是真的要搞商业投资。这次去找你爸也有商业考量。啥？你确定你不是在开玩笑？你一个搞代码的程序员，跑来衢州投资卖丫头？当然不是开玩笑，你们就睁大眼睛，好好等着看我接下来的表演吧。随即将小陈向孙梦佳打听到地址后，便很快带着众人来到了附近。我靠，这地方也太熏人了吧！你们在这等我，我进去找他。别打了！你他喵算老几啊？老子打牌你敢管？你不让老子打，老子就不。哎呦，原来是我的好闺女啊！佳佳你怎么来了？来，不打了，快跟爸爸回家。哟，老孙，这就是你那个发了大财的闺女啊！还真是，我网上刷到过那视频，穿着旗袍，真漂亮啊！哎，既然你这傍上大款的闺女回来了，那赶紧把欠咱们的钱还了吧！你又欠了多少钱？也不多，连本带利30多万。多少？这是怎么欠出来的？还不是老孙自己做的。大年初1，他拿着个手机到处给人看视频，人家一看这老小子有大靠山了，都觉得大不了找他闺女还钱呗。结果这3、4天的时间，他越来越上头，越输越借，直接干到了30多万。哎呀，闺女，30万对你男朋友来说算个啥？你赶紧让他给我结了，我今天手气正顺呢，等我翻本了就还给你们。我去你喵！你个小丑！你敢打你老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妈都给我打电话，你那个野男人为了让你吃个破丫头，眼睛不眨就扔了40万。我可是你亲爹，给我还30万的债怎么了？那是他应该孝敬我的。30多万对我来说确实是9牛1毛，帮你还了也不是不行，而且我还能给你一个彻底翻身的机会，让你以后都不缺钱花。好女婿，你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但是嘛，这破地方真是熏死了。都是男人，我懂。好女婿，你是不是怕我这个老丈人不同意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啊？放心吧，只要你给钱，别说是小3了，就是小4、小5，我也认你这个女婿。佳佳能伺候你，那是她的福气啊。去你喵的吧！你他喵瞎了，老娘才是正宫。行了，不跟他纠缠了，走吧，我们出去聊。老头，你疯了！你真要帮他还钱啊？30多万啊，又不是300多块。你要是真帮他还了这笔钱，那我宁愿不跟你在一起了。我他喵成什么啊？而且这种烂赌狗，这辈子都不会改的。是啊，哥哥，赌博就是个无底洞。佳佳姐说的对，这钱千万不能替他还，有了第1次就有第2次的。老头，你可别犯糊涂，有这30万，咱带着佳佳吃香的喝辣的不好吗？给那种人渣纯打水漂。检测到孙梦佳、赵雪、王雨涵极力维护宿主财产，真心值加3，当前真心值11。恭喜宿主已满足抽奖条件，是否立即开启抽奖？虽然孙梦佳这么说，但我知道他心里对他爸和对陈美娟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他爸更多的是怒其不争。我觉得这种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有啥用？他除了喘气浪费空气还能干嘛？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商业计划，一个极其赚钱但存在一定法律风险的灰色地带项目。这种项目我肯定是不能亲自出面的，我需要一个名义上的法人，也就是俗称的背锅侠。你想让他干嘛？花500块租个精神小妹应付催婚的第40天。你想让他干嘛？开一家自助棋牌室，让他当名义上的老板。
我还以为你要干嘛呢？就这东西根本搞不赢的。你以为棋牌室靠的是收那几10块钱的台费赚钱啊？真靠那个连电费都赚不回来，你都不如去开网吧了。都说这种来钱最快，我看街边很多自助棋牌室啊，连我们江城那种小县城都有不少呢。外行了吧？那种棋牌室看着正规，其实背地里都是靠让他们赌博，然后从他们手里抽成获利。这玩意儿风险极大，一旦被查就是聚众赌博罪。而且我爸那种烂赌鬼，你让他当老板，他能把整个店都输出去，信不信？佳佳，你看看你们思维还是停留在传统低级层面。既然我们要搞，就得用互联网大厂的思维去降维打击。如果我们开一家绝对没有赌博的绿色竞技棋牌室呢？哥哥，你是不是发烧了啊？佳佳，你理解小陈这宏伟的规划了吗？我发现他已经彻底进化为一个老登了。什么意思？男人的3大爱好：劝赌鬼上岸，劝老纪从良，拉良家妇女下水。我发现你病得不轻啊！而且既然打算开自主棋牌室，你他喵被我爸那个沙叉给感染了吧？你这都从哪学的一套一套的，还拉良家妇女下水？我是那种人吗？你反驳了拉良家妇女下水，也就是说，你真打算劝赌鬼上岸，劝老纪从良？你该不会还对你那个老同学有想法吧？哼！凭什么我一个黄花大闺女还得做体检持证上岗？她一个有技术的女人就能直接上车？我不服！你们骂谁呢？严肃点，我在谈商业企划。佳佳，你想想，这帮赌徒对棋牌室的粘性是不是极高？而且那破地方环境那么差，却人满为患，这说明人民的需求是很高的。闻言，孙梦佳只是愣愣的点了点头，随后江小晨就开始滔滔不绝的讲述他那宏大商业计划，给3人听的可谓是又惊又喜。哥哥，你这真要弄起来，怕不是比还狠哦。诽谤，你这是诽谤我啊！我们的理念是城市客厅，客厅懂不懂？就是你不方便和朋友在家玩，就可以一起去我们店里喝茶聊天。谁要是敢在我的棋牌室里赌博，我第一个报警抓他。听起来好像在法律上确实没毛病，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不就是线下版的王者荣耀吗？这要是真搞起来，绝对能吸引一大批上了年纪不喜欢玩手机，单纯喜欢线下搓麻将的老赌棍啊！老头，既然这生意这么赚钱，听起来也合法，那你干嘛非得给我爸干啊？你还说要给他还债，你直接把这钱给我，或者给小雪和涵涵，让我们去当这个老板不好吗？那可不行，万一我们的城市客厅被定性为变相组织赌博，进去了怎么办？万一被人盯上了，要搞我们怎么办？这种高危职业当然得交给你爸这种专业人士去扛雷啊！我去，我他喵就知道你这玩意儿没安好心，合着你这是拿我亲爹当替死鬼法人啊！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我这么做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成了他说不定能顺势戒掉赌博，跟着咱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爆雷了，那正好去橘子戒赌了。天才啊，老头！这个办法虽然很腹黑，但我喜欢。走走走，咱们现在就去找他。完美了，不过就是这些实体项目缺陷太大了，24小时可买不完。等会可以线上炒股啊，谁说这不算投资了？想到这，江小晨直接拿起手机开始操作。搞定这一切后，孙梦佳也已经带着众人来到了曾经的家。还不等敲门，孙大强竟直接闪身出现。哎呦，我的好女婿，我的乖女儿，你们可算来了！快进屋，快进屋，外面冷，爸给你们倒热茶。哼，你他喵少在这恶心人！前几天逼着我去陪那个龙哥的时候，怎么不叫我乖女儿了？现在看小陈有钱了，知道巴结了，晚了。佳佳，你误会罢了，爸也是小翻本，想给你挣份丰厚的嫁妆，谁知道那帮人出老千。你闭嘴吧，真是这样，你就不会年后还继续去赌了？你他喵都输了几10万了，还想着靠赌翻本，你脑子被驴踢了？不然呢？都已经欠了那么多了，我不靠赌，我还能靠什么把钱还上？我去打工1年能挣几个钱，连利息都还不上。你放屁！以前欠的不多的时候呢，明明你随便找个班工作2、3个月就能还清，可你不正经工作，就知道去牌桌上混。好了好了，赌博这种事是个无底洞，你一下子欠了30多万，还不知道收手，我就算给你再多钱，也赶不上你输的啊！好女婿，你放心，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我要是再碰一张牌，我出门就被车撞。发誓也没用，我给你个机会，可以把账给你平了，甚至能让你翻身，让你从一个被人追着打的赌徒变成庄家。啥东西？庄家？对，我打算投资开连锁的自助棋牌室，让你去当老板。哎呦，不行不行，好女婿，你是不懂我们这一行啊，那玩意儿没啥赚头的，而且现在查得严，你这种有钱的大老板干这个多跌份啊！赚不赚钱你不用操心，你只需要闭上嘴，完全按照我的指令去执行就行。再说了，我就算不成功，我亏得起几百万，对我来说就跟听个响一样，别拿你的思维去衡量我。对，女婿说的对，您是大老板，做事肯定和我们这些小屁民不一样，我就是个废物，我全听您的。我就说炒股炒期货可是正经800的金融项目，怎么可能不算投资呢？这下爽了，460万真金白银彻底洗白，再也不用担心被系统强制清零了。走，今天我做东，请孙叔叔吃顿大餐。我的天啊，这辈子去过最高档的地方就是大排档，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叔叔别客气，随便吃，不够咱们再点。好嘞，好女婿。紧接着孙大强就开始胡吃海塞，随着酒过3巡菜过5味，在酒精的作用下，孙大强看着奢华的环境，却不仅陷入沉思。自己明明也没当好一个父亲，只是提供了一点饭，有时候还真让孙梦佳跟自己一起饿过肚子。但即便如此，孙梦佳和江小晨都能对我这么好。佳佳，爸对不起你啊，爸就是个畜生啊，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爸那个狠心的女人不要你，爸以后一定拿命疼你，一定跟着女婿好好干事业，以后把赚来的钱全给你攒嫁妆。这真的假的？就怕他是装的，那对孙梦佳的伤害未免太大了。
爽，太爽了！谁他喵会相信一个赌鬼的话？这赌鬼现在哭得这么惨，根本不是良心发现，纯粹是被江小晨的超能力给砸染了膝盖。但江小晨是老娘的男朋友，老娘现在就是牛逼，你咬我啊！行了，别在这儿耗丧了，看着倒胃口。你那点烂账，小陈给你平了，以后这棋牌室的生意你可得好好干。要是敢砸了小陈的招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佳佳，你放心，爸这次绝对好好干，办不好爹直接自刎谢罪。哼，那说一下，养闺女好还是儿子好？当然是生闺女好了，闺女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不错不错，那你再说说自己错了没？错了，我错了。此时江小晨也乐呵地看着孙梦佳逗孙大强。很快众人吃完饭后，孙大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感谢完江小晨就走了，而孙梦佳则笑意盈盈地看着江小晨。谢谢你啊，小陈。借啥？咱俩谁跟谁？现在你爸妈的问题解决了，咱要不要继续挑战200块，体验精神小妹的一天？刚吃完澳洲龙虾帝王蟹，撑得都走不动道了，还怎么体验精神小妹的生活啊？我宣布，体验精神小妹一天的计划泡汤，先去开房睡觉。那先去睡觉也行，走吧，直接去酒店开房。之后，江小晨将这边的事都处理妥当后，就带着3人继续边旅游边赚真心值。同时，江小晨在系统的帮助下，很快就走上了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巅。